这是我见过最败家的老板，每天绞尽脑汁研究如何让公司亏钱，却意外将普通公司败成了世界。什么？这人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公司明显就是赔钱货，怎么还要出高价买下？不用多说了，我出100万直接买下了。陈总，据可靠消息，这家服装厂近几个月都处于亏损状态，100万的收购价格有些偏高了，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多谢唐律师，我已经考虑好了，就100万，讲价什么的太麻烦了。系统提示宿主第1期亏钱任务仅剩2天结束，请尽快消费完200万，不得故意亏损。只剩2天了，怎么才能花掉这200万呢？这狗系统还限制消费用于公司经营，这不是为难我吗？陈总，根据对贵公司的了解，我怀疑公司有可能存在没有结清员工工资问题，建议待会儿签合同的时候问清楚。太好了，那个啥，工资的事情你不用考虑，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此时，一名身穿正装中年男子四处张望着，便往这边走了过来。陈总，唐律师，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个是合同，那就开始吧。两人签完所有合同，刘成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来时一直担心签合同时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万万没想到竟然如此的顺利。这个陈总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客户，那么烂的公司还要收购，签完合同可真的没救了。陈总，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应该多考察一下公司情况。刘成闻言顿时急眼了。陈总，既然合同已经签完了，不知道签什么时候？刘总，这个你放心，等晚上我回去给你打。不，现在就给你打。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不花点钱我浑身自挠。真的是个大冤种，花这么钱买这破公司，这年轻人果然还是人傻钱多呀。支付宝到账100万元。程总果然爽快，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既然合同已经签了，小刘啊，你带我去厂里交接一下吧。上一秒还一口一个刘总的，这怎么突然成小刘了？好，程总，我现在就带您过去。大家还不知道吧？老板已经把工厂给卖了，今天就是签合同的日子。你是怎么知道的？不瞒各位，我今天去办公室取计划单，清楚的听到老板在电话里面说的。随着话音落下，人群瞬间陷入了混乱。老板的确是将公司给出售了，但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换个老板，我们该干啥干啥，没有任何影响。对啊，平时你和老板走得最近了，莫非你和那刘成是一伙的？老板已经去签合同了，顺利的话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同时会带着新老板过来，有没有变动，到时候一问便知。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说说这个月的工资由谁开？刘成还是新来的老板？此时的李申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换不换老板他不在乎，他只在乎这个月的工资由谁开，他可不想这1个月活白干。对呀，这个月工钱还没发呢，不会是带着小姨子跑路了吧？大家都不要着急，等老板回来的时候，可以派几个代表去了解一下，但没必要弄得这么兴师动众。谁去做代表？喂啊，我看你最合适不过了。陈总，这就是咱家的服装厂了。没错，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服装厂。陈总喜欢就好，我先带你到办公区域看一看。唐秋则是看了看破旧的牌匾，一脸的不解，有些想不通陈默是怎么看出这个公司好的。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来公司吧？对呀，有什么问题吗？你就不怕这家公司有问题？你不是调查过这家公司没有违法行为吗？我终于明白陈默购买公司的底线是什么了，感情就是只要不违法就行。紧接着，几人来到厂房内，发现数名员工站在门口拦着他们的去路。上班时间你们都站在这了干嘛？小心我扣你们这个月的全勤。刘总，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装了，我们已经知道公司出售的事情了，这个月工资的你打算怎么发？还没到发工资的时候，都不想干了是吗？我们不管，如今公司已经出售了，那这个月的工资由谁来支付啊？娄总，我提醒你一点，工资是在签合同前理应由你来支付，如果你想耍赖的话，相信以我律师的身份，你可能损失更多。刘成想要狡辩一下，可感受到唐秋的气势，心中多少有些担心，毕竟这女人是一名律师，若是因为工资的问题摊上官司，就有些得不偿失了。陈总，工资的问题是我的疏忽，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将员工的工资结清。好家伙，原本我想帮着你把员工的工资结清，但是你想把我当冤大头，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家等一下，又是李申，这小子又要搞什么飞机？李申，你还有什么事吗？我想问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开资？老板经常画大饼，嘴上说着开资，实际不一定什么时候开。
那个小沈，工资的事情过2天就给你开了。刘总，我不是刚给你转了100万的收购费吗？顺势给工资结清得了。还有大家等一等，我现在给大家发工资。陈总，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工资不是由流程发吗？我知道，他发这个月的，我发的是下个月的。下个月不是还没有开始吗？怎么现在就发工资？年轻，都太年轻了。作为21世纪好老板，都是提前发工资的。可是陈总，我们都还没工作了，这样真的好吗？考虑到大家因为换老板军心不稳，以后工资就提前发放。我靠，这是什么神仙老板？原本看他这么年轻，没想到格局这么大。续接上集，我花了100万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并且还破天荒的给工厂员工提前发了1个月的工资。此时系统资金还剩82万3700，我必须在2天内花完，才能将这200万收入囊中。陈总，您找我？那个小魏啊，我刚接手公司，对公司也不太了解，你说一说公司现在还有什么急需用钱的地方？陈总，目前公司急需一批好一些的面料。说吧，需要多少钱？如果使用之前那种的，重新备用一批面料的话，大概需要16万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批面料下来大概12万就能搞定。这小子竟然敲诈我！不对啊，既然想败家，像这样的选手不应该越多越好吗？16万你确定够吗？陈总，若是换再好一点的面料，花销肯定会更大，但那样利润可能就少了很多。钱不是问题，如果换成高等的面料，大概需要多少钱？大概需要25万左右。很好，我给你30万，2天内将面料的事情解决，没有问题吧？陈总，面料那边我都有联系，1天就能解决。不过现在车间已经没有新的订单了，25万的面料储备就已经够了，那这剩余的5万，没事，那就多备点。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订单不是问题。好的，陈总，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的。魏延看着比自己还年轻的老板，第一次有一种被器重的感觉，心中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跑业务，为公司拉来更多的订单。钱已经转给你了，记住一定在2天内将这30万花掉，1分不许剩。放心吧，陈总。陈默看着魏延认真的表情，满意的点了点。真是好员工啊，这么快就帮我找到了30万的花销，真的是天助我也。现在时间还有点早，带我去看一看车间吧。陈默刚刚走进车间，瞬间就被闷热的气息笼罩。车间有点热，陈总还要继续参观吗？没事，继续吧。陈总，其实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我怕我说了您误会。你尽管说。陈总，我建议应该给车间里安装中央空调，一方面能带动员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只有车间凉快了，员工的工作效率才会跟上来。陈默闻言愣了一下，在车间安装空调，这是多么奢侈的行为。除非一些必要的车间，他相信没有几个老板会在偌大的车间里安装空调。不说安装空调的本身费用，但光使用空调的电费都是一大笔花销。我还真是小看这个魏阳了，这不是蛀虫，这是我的挚爱，我的战友，厂里有此人，我无忧矣。陈总，您看这么闷热的工作环境，员工怎么能全心全意的工作呢？这样吧，小魏，2天内你找人把空调的事情解决，一定要快。好的，陈总，我姐是卖空调电器的，我姐夫是安装空调的，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还有公司的牌匾也要更换，要那种大的灯箱，越贵越好。空调和牌匾的资金已经转给你了，20万不多不少，2天内将这2件事解决掉，我会时刻跟踪进度的。说完，陈默便离开了车间。魏阳看了看手中的转账信息，沉默良久，他没有想到这个新老板每次出手都这么过分。大家都停一下手中的活。陈总决定要在车间内安装空调。真的假的？该不会是我听错了吧？在车间安装空调，这怎么可能？应该没错，没看到刚刚新老板进车间了吗？估计是觉得车间太热才做的决定吧。你们谁认识安装牌匾灯箱的？可以过来帮忙。严哥，我舅舅就是搞图文设计的，我想我可以帮忙。好，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牌匾的话换个实惠经济点的。我想知道给多少预算，不然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价位的。牌匾和灯箱的预算大概是2万左右吧，反正越少越好，我们这个工厂不容易，要多为老板考虑。2万我已经转给你了，记住一定要在2天内完工。老板这样投资工厂，可工厂已经没有新的订单可以干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些员工都得闲着啊，这样真的可以吗？库房中应该有几份高等的面料，你找那几位老师傅，让他们做几件样衣，完事后记得通知我，我来寻找订单。老板刚刚上任就为公司投入了如此庞大的资金，我作为公司的业务员，怎么也该为公司拉拢一些订单，说什么也得走个流程啊。舅舅，牌匾2天内真的做不出来吗？真做不出来，
你这可是大型的带灯箱的牌匾，2天时间根本做不出来。那就再给你加500，一共7500，不能再多了，能不能2天做出来？我的好外甥，工人到点也得下班啊，总不能让人家白干吧？雷锋也是要吃饭的。我明白了，我这就给老板打个电话。老板，广告这边2天实在出不来，都排着队了，时间有点紧。好说好说，我给你打2万过去，你让你舅舅插个队，2天内必须拿下。舅舅，刚刚我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他愿意再追加2000块钱，作为工人的辛苦费，你看行不？没问题，你让你们老板放心，明天下班之前一定帮你们把牌匾做好。续接上集，我花100万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并且还破天荒给车间装了中央空调。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不懈努力，此时系统资金还剩500元，而距离结算时间还有30分钟结束。哈哈，我马上就是拥有200万的人了，看来花钱也是一门学问。系统提示宿主第1期亏钱任务即将结束，当前消费金额1999500元，剩余金额40500。特么的，有没有搞错？这又是从哪里冒出的4万块钱？系统第1期亏钱任务已结束。由于宿主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消费完200万元，不予获得奖励。第2期亏钱任务已开启，宿主需在1周内消费完400万元，不得故意亏损。陈总，刚刚有一笔4万块的转账，您那边应该收到了吧？收到了，这4万块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昨天接到的一个订单，4万块钱也只是预付款。不过陈总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拉来更多的订单。小魏，你听我说，我谢谢你。说完，陈默就挂了电话。他有心说对方2句，可对方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着想，他实在找不出训斥的理由。魏延是吧？我记住你了，看来光花钱是不行的，还得想办法阻止公司盈利，这样才能稳妥的将系统资金亏损成功。而在另一边的魏延也被陈默的一番话整得有点不知所措。怎么了，严哥？看起来有心事啊？的确有点事情。该不会是嫂子跟别人跑了？这种事情兄弟可帮不上忙啊！去你丫的，瞎想什么呢？李生，我问你个事情。啥事情啊？杨的，我今天给厂里拉了一个订单，刚和老板通话的时候，听那边的语气不是很高兴，好像还有点生气。就这点小事啊？你该干啥就干啥呗，老板又不差这点钱。这个我知道，可我总感觉还有什么其他用意。我知道什么原因了，你快说。你还记得年前那次退单事件吗？我记得啊，可那时候陈总还没来，这和他有什么关系？魏延表情疑惑，那次的退单事件是他的客户，因为衣服的质量比以前差了很多，最后全部退单了。那些退单返回来的衣物足有数万件，如今全都在库房里吃灰。陈总一直和你说公司内的事情，分明就是在暗示你。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原来陈总是想让我处理那些积压的衣服，可那些衣物的质量太差了，就算我想要处理，那些客户也不一定能要啊。其实你可以找那些摆摊卖衣服的，我看了他们卖的衣物质量也不怎么样，一件衣服也就10块到20块的样子。对对对，我可以多找几个摆摊的，一件5、6块钱，我就不信那些摆摊的会不收。你说这件事要不要和陈总商量一下？不用，等积压的衣物处理完后再通知陈总，给他一个惊喜。陈默一早醒来就直接去了人才市场，今天有个招聘会，他要去那里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招聘到几个合适的员工。连一个像样海报都没有，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没准还是个皮包公司。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吧。肤浅。没过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人走了过来。你好，请问贵公司招人吗？你想应聘什么岗位？助理、财务、文员之类的都可以。那就助理吧。您都没看我简历，我就这么被录取了吗？够了够了，足够了。什么够了？你说说你的工资期望。沈柔不解地看向陈默。今天面试的所有公司在看到他是实习生后，统一性的都给他开出了2000左右的工资，这是第一次有招聘者询问他的工资期望的。3000可以吗？你确定3000吗？2500也行，是不是我要的有点高了？像你如此优秀的人才，本公司决定给你6000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你放心，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工作熟练，工资还会提高。你若是觉得可以，明天可以去公司签合同。可以，我明天就去公司报到。陈默离开人才市场后，找了一家饭店准备吃午饭，还没吃饭就接到了魏延打来的电话。陈总，我想问一下，办公桌椅需要什么价位的？预算大概是多少？要那种最贵的，
比如什么金丝楠木之类的，反正你挑最贵的买就行。陈总，您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我觉得办公座椅一定要好，只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员工才有一个好的心情，心情好了，自然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我果然没看错，这个魏延，你可是我败家的主力，可千万要挺住。第2期亏钱任务能不能完成就靠你了。好了，就按我说的买吧。这边的导购员说了，咱们买的数量比较多，会给出75折的优惠。不需要打折，原价购买就行，咱也不是没有那个实力。好的，老板。老板，把刚才我挑的那些家具都按75折的优惠计算，但发票的话你按原价开票就行。好的，没问题，明天就送上门。不，今天就给您送过去。陈默刚走到家门口，就被一名中年男子拦住了去路。中年男子今天他在下楼时遇见过，当时对方正送小孩子上学，此时看着对方一副卑微招聘者的样子，应该是急需一份工作。你好，听说贵公司现在还招人，这是我的工作履历，你可以看一看。招聘会结束了，你不知道吗？还有我们公司需要的都是年轻人，你都多大岁数了？对不起，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上有80岁老母，下有3岁小孩，您给个机会吧。陈默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衣着朴实，着实让人有些同情。我看履历上写着你开了20年的大货车，为什么不干了？老总您有所不知，开大货车需要经常跑长途，我年纪大了，与那些年轻的司机相比，我很难与其竞争，而且去年我的腰受了点伤，等养好后，想要继续开货车，已经没有人要了。陈默闻言沉默良久，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老板应用年轻人无可厚非，毕竟年轻人更有活力，更加有效率。可杨大海又做错了什么？兢兢业业开了20年的货车，最后却落得一个失业的下场。两人都没有做错什么，只能说当下这个社会太过薄凉，少了一些人情味。正好我现在需要一个专职司机，不知道你什么想法？如果你不嫌弃我年纪大，我当然愿意。当然不嫌弃，杨哥可是有着20年的货车驾龄，让你当司机我可是安心很多。我们来谈一谈待遇的问题吧，不知道杨哥有什么要求？我没多大要求，能按时开工资就行。难道就没有工资方面的期望？我以前是开大车的，对专职司机的工资待遇不是很了解，陈总说多少就是多少吧。那就暂定1个月2万吧，另外会给你全额缴纳5险1金。什么？我没听错吧？您1个月给我开2？什么？您1个月给我开2万？我没听错吧？我没开玩笑，杨哥你有着20年大货车的驾龄，完全值得这个价钱。看着杨大海那满是疑虑的表情，知道自己给出的价格在杨大海的认知中有些夸张了。这是我公司的地址，你可以考虑一下。若是想要入职，明天可以去公司签合同，办入职手续。说着便转身离开了。沈柔做完兼职，一脸疲惫地回到了宿舍。柔柔，你今天不是去招聘会了吗？怎么还去兼职了？去完招聘会就直接去兼职了。你呀，真是为了钱不要命了。今天的招聘会怎么样？倒是有一家公司，工作待遇都不错。那不是挺好吗？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开心呢。我觉得有些不真实。这公司不但同意提前预支工资，还十分大方，直接开出了6000的月薪。给你一个实习生6000，这老板也太大方了吧！快让我看看是什么公司。沈柔把纸条递了过去，只见上面只写着一个公司名称和一个公司的地址，长风服装有限公司。张兰嘀咕着公司的名字，拿起手机开始查起了公司的资料。半晌过后，抬头说道：资料上显示这家公司只有30来人的规模，而且就在前一阵公司的法人出现了变动，换了老板。但这么小的一个私营企业，完全没有必要花6000块钱招一个助理，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对啊，我也很纳闷，那么小的公司完全用不到助理啊。沈柔，你说那公司的老板会不会是看上你的容貌了，想要包养你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有事秘书干，没事干那啥嘛。你脑子里都装的些什么啊？今天只有一个年轻的面试官，根本就没有见到老板好吧？那你什么打算？明天去还是不去？唉，反正现在也没有合适的工作，明天还是看看。那你注意安全，明天去的时候记得和我通电话，反正我是不太看好。第二天，陈默早早就来到了公司，无聊地坐在办公椅上，本想打开电脑打会游戏打发一下时间，却发现那破办公电脑卡的要死，根本玩不了游戏。没过多久，魏延就敲门进入了办公室。陈总，桌椅都已经买好了，今天就会有人送过来。这是买桌椅的票据。不错，的确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很好，事情办得不错。对了，
一会还有事情吗？我准备出去见见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拉来一些订单。上次的那批订单，车间已经快要做完了，再没有新的订单，车间估计要停工了。陈默闻言差点激动的跳起来。这家伙还想着拉订单了，我花钱已经够辛苦的了，还想给我增加难度吗？魏延，关于订单的事情以后再说。你说咱们公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陈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公司的电脑太老旧了，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办公电脑，文员怎么下订单？怎么做计划表？说曹操就到，我的战力军师又上线了。那你去电脑城了解一下，看看组装一台高端一点的电脑都需要多少钱？陈总，不用看 ，CPU 选 i9-14900处理器，显卡再来个4090 Ti， 其他的我看随便组装就行，大概一台下来也就不到3万块钱。好家伙，上来就给我王炸，还得是军师，未来可期啊！魏延，你统计一下咱们办公室拢共需要多少台电脑？就按照你说的配置去买就行。还是陈总深谋远虑，其实我早就统计好了，咱们办公区有22台电脑，算下来的话不到66万，而且我的发小就是电脑批发的，到时候让他给咱们优惠点，我估计65万能拿下。其实一套电脑下来1万5够的了，看来我离我的宝马7又近了一步。66万已经转给你了，不差那点钱，咱又不是没那个实力，别让人家笑话，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等到魏延离开，陈默再次恢复到了无聊的状态。想到昨天面试的那2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来。不一会儿，办公室门被推开，一张熟悉的面孔走了进来。你好，我是昨天面试的那个。沈柔话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她发现办公室里坐的人正是昨天的面试官。你是老板？哦，昨天忘记说了，我叫陈默，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昨天考虑好了吗？如果觉得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签合同。沈柔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张兰说的话，老板一定是看上了她的美色，想要包养她。想到这里，沈柔心中忍不住泛起了嘀咕。现在就签。如果还想多了解一下，我可以带你去车间去参观一下。沈柔整个人都处于精神绷紧的状态，根本就没注意陈默刚刚在说什么，只听清楚了最后一句话的残关字眼。还愣着干嘛？走啊！沈柔有些警惕地看着陈默，似乎生怕陈默会突然兽性大发，不管不顾地对他做些什么。陈默看着沈柔呆呆的样子，心中越发满意。这才是我需要的人才，说几句话都能走神，那以后工作的效率也肯定高不到哪里去。以后公司就由他出手打理，不愁不亏钱。很快2人就通过侧门进入到了车间内。这是车间1楼，主要用于库房存放面料和打包发货，真正工作的地方在2楼。沈柔也是认真地打量着车间的环境，整体看来还不错。当然最让她意外的是，这车间内竟然安装了中央空调。不说安装空调的价格，光是每天耗电也是一个不小的花销，这么大方的老板可是很少见的。参观完车间，2人回到办公室。怎么样？觉得可以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吧。好的，陈总，我还有点小事情要麻烦一下您。以后就是自己人，有什么事直说就行。我想提前预支600块钱，我房租快到期了。没问题。沈柔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陈默竟然这么痛快就同意。没过多久，手机便发来了转账记录，打开看了一下，随即就愣住了，竟然是6000块。陈总，您是不是转多了啊？哎呀，你看我这眼神，多打了一个0，6000就6000吧。谢谢陈总，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陈默看着沈柔认真的模样，心中咯噔一下，努力工作不行，这个念头一定得给打消掉。那个沈柔啊，我们公司提倡轻松愉悦工作，不提倡内卷，所以努力这个事情适当就行，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的乐趣嘛。这个老板太体恤员工了，怪不得车间的那些员工对他都那么恭敬。谢谢陈总，我会注意的。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今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那我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那个，你整理一下办理五险一金的资料吧，近几日可能会为公司员工统一办理五险一金。好的，陈总。很快时间就到了中午，要到吃饭的时间了。陈默忽然发现，他前几次来公司并没有吃过午饭，所以他现在竟然不知道中午要到什么地方去吃饭。想了想，打电话给李申叫了过来。陈总，你找我？问你一个事情，中午车间员工都去哪里吃饭？一般到中午，工业园外面都会来快餐车，大家平时都会去那里买饭回来吃。你们吃饭都是自己花钱？李申点头，有些不明白老板为什么这么问。陈默眼前一亮，他感觉自己又找到了一个花钱的路子。这是我疏忽，我身为公司的老板，怎么能让员工自己花钱吃饭呢？这样吧，以后员工的午饭由公司来报销。我是不是幻觉了？这么说的话，往后就不用自己买饭。陈总，那快餐车有好几个价位，我买什么价位的？最贵的是什么价位？最贵的是16一份，全是肉菜。才16吗？车间一共才20来个员工，
也就是说一顿午饭也才花掉几百块钱，看来吃快餐是不行了。你统计一下人数，买最贵的那档，另外每人再加一份饮料。来几个人跟我去买饭？李生，还有一阵才到饭点，你这么早就去买饭，叫老板知道了可不太好啊。是啊，陈总对我们挺好的，我们怎么能利用上班时间去买饭呢？这是老板的意思，而且老板说了，以后大家的午餐由公司报销。李生，大白天的你开什么玩笑？这件事是陈总亲自和我说的，所以不会有错，我也不会拿这种事情和大家开玩笑。待会儿来2个人帮我拿饭就可以，不会影响大家工作的。中午吃完饭，陈默正在考虑该怎样将员工午饭的花销扩大，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抱歉，陈总，我来晚了。还没下班？不晚。杨哥考虑的怎么样？是否要入职？请问入职需要什么手续？需要交钱吗？放心吧，入职只需要签一下入职合同就好，不会有收取任何费用的。沈柔把合同拿过来给杨哥看一下。很快，沈柔就拿了一份合同走了过来，交到了杨大海手中。杨大海接过合同，窘迫地看着沈柔道：姑娘，这合同我看不懂，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沈柔看杨大海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禁泛起一丝同情，于是打开合同，将上面的条例一一讲过。我大概听明白了，只要我签了这个合同，就算入职了。明白了，我现在就签。欢迎杨哥入职，把你的银行账户给我，我将这个月的工资给你打过去。可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啊。我这里的规定与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先开资后工作。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他。是的，杨哥，陈总说的没错，我们都是提前开资的。杨大海心中还有些不理解，不过还是将银行账户交了出来。陈默按照账户直接打过去了2万的工资。那陈总需要我开什么车？车吗？公司暂时还没有配车，明天吧。明天你和我去 4S 店提车。正在这时，办公室门再次被敲响。请问谁是陈总？买的办公桌椅到了，要放到哪里？先搬到大厅吧。没过多久，12套办公桌椅摆满了整个大厅。陈总，都弄完了，剩下的这些旧桌椅该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处理吧，看看车间里有没有人需要。如果没有，就联系二手市场的人卖掉，卖掉的钱你们分了就行。谢谢陈总。对了，将搬桌子的这几个人的名单给我一下。李生表情疑惑，不知道陈默要这几人的名单做什么，不过还是听话将名单给了过去。陈默看着名单，一一找到几人的银行账户，每人转了500块钱过去。陈总，这钱是？这是你们几人帮忙搬动桌椅的工钱，不必在意。陈总，这钱也太多了，而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应该做的活在车间呢，所以给你们工钱才是应该的，你们就不必再争论了。所有人闻言，全是一脸崇敬地看着陈默，他们早就被社会抹平了棱角，别说是给帮忙搬桌椅了，就是给老板搬家都干过。而此时陈默的做法，却是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尊重。都散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众人闻言，纷纷沉默转身，直奔车间走去。等到所有工人离开，沈柔也走了过来，一脸疑惑地问道：那为什么我也会有钱？我也没有搬桌椅啊。你刚刚不只指挥他们该怎么摆放吗？虽然没有参与劳动，但指挥也算是参与了劳动的。我就是告诉他们把桌椅往左移动一下，之后就什么也没有做过了，这就给了我500的工钱。什么时候钱这么好赚了啊？好了，就不必在这件事上深究了。陈默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纠缠，撂下一句话，就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下午一晃而过，很快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杨哥，你回来了。别提了，今天帮老板选了1天电脑，陈总花钱是真大方啊！办公室22台电脑，全是最高配。陈总还真是不差钱啊！你不知道，今天我和几个车间的同事帮忙抬了台桌椅，事后竟然给我们每个人赚了500块钱。都是一群小卡拉米，区区500块钱，看把激动的。至于嘛，和不差钱没有关系，那些有钱的老板也不在少数，但有那个做到了陈总这个地步了，反正我是没有见过。我今天听到北市那边有个夜市，那里有不少摆地摊的，今天我们去那里看看。吃了这么多回扣了，也是时候干点人事了。去把那些积压的衣服都搬出来，晚上我们去夜市打听打听价格，到时候给陈总一个惊喜。陈默坐在沙发上，看着脑海中的系统面板。才花掉120多万吗？看来得想一想其他的花钱路子了。明天买车可以想想办法，还有员工的午饭问题也可以做一做文章，倒是可以考虑建一个食堂，再招几个星级大厨，这样的花销一下子就起来了。怎么样？我猜的对不对？是不是那公司的老板看上了你的美貌？什么啊？那老板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什么样？快和我说一说。
张兰似乎来了兴趣，拽着沈柔就问个不停。沈柔没有办法，只好将今天在公司的经历说了一下。哦，竟然还有这样大方的老板，你该不会在逗我玩吧？张兰惊呼一声，有些不敢相信。提前开工资，给车间安装空调，只是帮忙指挥了一句，就给了500块的劳动费。既然这份工作待遇不错，干嘛不把晚上的兼职辞掉呢？这样你也能轻松一些。我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以后再说吧。你好，两位想要买什么车？我可以带你们看一看。咱们家偏商务一点的车都有哪些？价格表给我一下。好的，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去取。没过多久，销售员就拿了一个价格表走了回来。陈默接过价格表，也没有看车辆的配置，直接看向每辆车后面的价格，最后目光落在了价格最贵的那辆车上。就这辆吧。看着全身衣服都不超过200的陈默，销售员突然道：这可是本店最贵的一辆车了，就冲你这身打扮，你确定买得起吗？先生，您确定要这辆车吗？就要这辆。我们这个车的价格吗？刷卡，把车内能加的附属配置都整上。好的，这就给您办理。您一共消费188万元。看着陈默几人离开，销售员不禁感叹了一声，这大概是他见过最墨迹的一个顾客了，但同时也是最痛快的一个。杨哥，以后这辆车就归你管了。好的，陈总。对了，杨哥，我听说红姐她以前是厨师。阿红父亲以前是厨师，他从小就跟着学了一些。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公司准备建立一个食堂，然后准备招几位厨师，我觉得红姐可以过来帮忙。陈总，您说的是真的吗？工资的话，可以1万1个月，毕竟是厨师世家出生，像这样的人才多拉拢才对。谢谢陈总，你真是我人生中的贵人。这个杨大海，上次还委婉的推脱一下，这次怎么这么快就轻车熟路了？1万1个月，已经是董红现在工资的2倍。要不是需要他开车，他恨不得现在就回去告诉老婆。而另一边，陈默心中却是盘算着花钱大计。1名星级大厨给1万5，招收3名，再算上红姐，一共就是5万多。光有厨师也不行，还得有小工啊，还有保洁人员，这又是一笔花销。等回到公司，陈默想着工业园内还有没有空余的车间出租，到时候可以租过来当食堂。对了，魏延那个老六在干嘛？这一次一定要砍严一点。能少跑一点业务就让他少跑一点，要不然等到结算时，他再给我来个回马枪。想到这里，陈默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没过一会儿，魏延就回到了公司。陈总，你找我？魏延，今天你有什么安排？陈总，我今天约了几个大客户，准备去谈一下订单的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真的太聪明了。魏延，见客户的事情先放一放，我准备建个公司食堂，要不然员工天天吃盒饭太不健康了。你找工业园的负责人查询一下，看看咱们公司周边有没有空闲的车间。魏延实在想不通陈默每天让他干这些杂活。作为一名业务员，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去跑业务了。陈总，我觉得这些事情其他人做比较合适，今天还有几个大客户还等着我了。魏延，之前你跟我说员工才有一个好的心情，心情好了自然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你抓紧去办。魏延暗暗叹了一口气，不过陈总既然已经吩咐了事情，他也不好拒绝，只好无奈去办。目送着魏延离开，臭小子，都这个时候还想出去跑业务，想都别想。魏延离开办公室，直接来到工业园的办公楼。他之前也去过几次，与工业园的经理也算是熟悉。李经理，忙着呢。小魏啊，来坐，有什么事吗？不用，我就是过来问一下，工业园内现在还有没有没租出去的车间？李茂德一听是想要租车间的，瞬间就来了兴趣，快速的拿出工业园的平面地图。大概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不过我需要回去与老板汇报一下。魏兄，我等你消息。魏延点头，正准备离开，余光却是看到一张图纸。作为服装公司的业务员，一眼就看出了那是服装的样板。李经理，你打算做衣服？对呀，我打算找服装厂做一批工服。如果李经理还没有选定公司，我们这间可以先给你做出一件样衣出来。我怎么没想到你们厂就是做衣服的？那行，明天拿几件样衣，不过质量一定要过关。放心吧，李经理，我们车间内用的都是上等的料子，质量绝对没有问题。陈总，工业园内闲置的车间，这是工业园的平面图。不错，价格谈了吗？车间什么的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在房租上花费多少。还没，如果陈总有意向，明天可以面谈。那就明天面谈。老婆怎么样？我觉得待遇很好，而且还给交保险，这样老了也有一个保障，也能给女儿他们减轻一些压力。1万是不是有点多啊？我这半吊子厨艺，连这么多的工资，总觉得有些不踏实。陈总都说了，你只要会做饭就行。如果你觉得不踏实，到时候炒菜认真点，将饭菜做得好吃一点，
行，那我明天就将那边的工作给辞了。第二天，李茂德来到了陈默的公司，看着办公室的桌椅，表情略有诧异。这个桌椅的牌子他十分了解，价格很不便宜。他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服装厂竟然会舍得钱买如此贵的桌椅，而且他刚刚偷偷在车间内参观了一下，发现那车间内竟然都给安装了空调。给车间安装空调，放眼整个工业园内，大大小小的车间厂房，估计也就只此一家了。来了，李经理。陈总客气了，不知道陈总选好要租哪间房子了吗？不知道这几处房子的价格是多少？这间面积最小，房租10万就行，这个稍大些，要13万，郑克。陈默听完李茂德的介绍，没有犹豫，直接伸手指向了最贵的那间房子。我就要这间。这间房子一共是上下2层，每层面积是600平，房租需要每年50万。陈总，你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就租这个，先租2年，你带合同没？可以现在签合同。带了。李茂德一阵愕然，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以往有人过来租车间，那个不是砍价一阵才罢休，但是面前这个年轻老板根本就没任何考虑，连价格都没有砍过，就直接选好了。很快双方合同签订完成。冒昧的问一下，陈总是准备扩大车间生产吗？那倒没有，是用来当做公司食堂的。我靠，牛逼！什么？这么大的地方您竟然用来做食堂？我没听错吧？是的，亏待任何人都不能亏待自己的员工，员工有了好心情，自然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李经理，你算一下多少钱，我给你转过去。陈总，打款只需66万即可。李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情况是这样的，我想要定制一批工服，昨天魏延去我那里，今早就将样衣送到我那里去了。我看了一下，做工和质量都蛮不错的，就订了1000套，减去33万的是工衣钱。又是魏延，这家伙存心和我作对是吧？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开除了。宿主请注意，宿主身为老板，若是想要开除某位员工，必须给出适当的理由，否则不应随意辞退员工。开除又开除不了，那就继续用吧。他还偷偷给我搞事情，就是让问个房子的事情，还给我拉回来一个订单。陈总，脸色这么难看，是遇到什么糟心事了吗？没事，李经理，那就这么定了。李茂德走后，沈柔看着脸色不对的陈默，赶忙上前问了一下：陈总，有什么难事吗？沈柔，下午你找一下装修公司，新租下来的那个房子我要装修成食堂。将近中午，杨大海带着董红来到了公司。不好意思，陈总，阿红那边辞职耽误了一点时间。不晚，既然红姐已经考虑好了，那咱们就签合同吧。有了对陈默的信任，杨大海拿过合同看都没看，直接带着董红开始在合同开始签字。没一会，合同就签完了。陈默直接将工资转到了董红的账户，一共是1万1。谢谢陈总，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红姐，你付出劳动，我付出薪酬，没必要道谢的。对了，陈总，食堂在哪里？快中午了，我去做饭吧。这个工资我不能白拿。红姐，食堂正在筹建中，公司暂时还没有做饭的地方。对了，陈总，马上快中午了，我去做饭吧。这个工资我不能白拿。红姐，食堂正在筹建中，公司暂时还没有做饭的地方。这怎么能行？那工资我先给你退回去吧，等啥时候食堂建好了再给我就成。红姐不用担心，我需要红姐做出一份食谱出来，用作于以后食堂的菜系，菜品越多越好。陈总，您这是招待哪些贵宾领导啊？这我可得好好的琢磨一下。红姐，你误会了，这是做给员工吃的，他们需要健康的食物来提高工作效率。第二天，沈柔找的装修公司一大早就来了。陈总，装修公司的人都已经到了，需要您过去说一下对装修有什么要求。陈默闻言精神了许多，这次的装修关系到他能花掉多少系统资金，他一定得亲自监督，但凡交给其他人都不能放心，尤其是魏延。你好，我是尚美装修的设计师。陈总，你对装修有什么要求可以说一下，然后我们做设计图时也有一个方向。这一楼建造的是食堂，第一点就是漆料的问题，一定要用最贵的安全环保漆料，还有食堂也算是公司的门面，所以瓷砖一定要用大品牌的瓷砖。那您对员工的用餐区有什么要求？员工用餐区吗？墙面留出空间，安装2个大屏幕，方便员工看电视放松一下心情，同时也要安装几台中央空调，保证舒适度。陈总，我也是头一次听一家公司对员工有如此的待遇，我若不是学的设计，不然我也跟着您干了。至于卫生间、洗手池那些基础的设施我就不多说了，唯一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用大品牌的，我可不想没用多久东西就坏了。
这楼梯我打算包装一下，外面包上一层实木，这样有人摔倒也能安全一些。至于楼上，我打算给员工做一个休闲娱乐室，员工下班后可以过来放松娱乐一下。那关于休闲娱乐室，您还有什么要求？陈总，我觉得应该投放2个台球桌，1个乒乓球台，还有3台游戏机，另外再放置几台按摩椅，员工累了的时候可以过来按摩放松一下。不愧是我的战力军师，这么快就上线了，那就按照魏延说的去做。至于这些设施怎么安排布置，就是你们的事情了。王阳听了之后，不禁感到由衷的钦佩和佩服。他意识到，这位老板不仅仅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意，更是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陈默说完就离开了，沈柔跟在身后，目光里都是崇拜。他是知道陈默员工很好，可却是没有想到会好到这种程度。小王，报价单做的怎么样了？一个食堂装修，报价应该不会太高吧？老板好奇的接过报价单，随后整个人都麻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食堂装修，竟然弄出了45万的报价，怕不是疯了吧？老板，甲方要求漆料、瓷砖等等所有用品用的都是大品牌，价格十分昂贵，而且最离谱的是那边老板要求给配套了10多万的中央空调。小王啊，你这报价做得太高了，我觉得还是改一下吧，不然甲方看了以后是不会被选上的。可我都已经发过去了，而且这报价全都是按照那边的老板要求做的。年轻人啊，客户再怎么唠叨，最后还是得看最终价格。陈总，这是装修公司的报价单和平面图，你可以看一下。沈柔做得不错，不仅将各公司的报价和平面图整理得井井有条，还亲自写出了公司的名字，做得不错。看来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助理的这份工作。谢谢陈总夸奖，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很好，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就提到8000吧。沈柔惊呼一声，随后有些不敢相信地看向陈默，一时间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陈总，你刚刚在说涨工资吗？没错，通过这些天的考察，你的业务能力很不错。目前公司的人员配置还不齐全，大部分工作需要你一个人去做，因此提薪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陈总，这涨工资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而且一下子就涨了2000，一点都不多，这是你应得的。陈总，报价单您选好了吗？就45万的这个报价单，我觉得刚刚适合，剩下的你去安排吧。王阳心不在焉地坐在工位上，自从老板说他的报价单有问题，不应该报那么贵后，他心中就开始有些焦虑了，一上午的时间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小王，那边还没有回信吗？还没有。那应该是没戏了，你都已经发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要是别选用了，早就打电话通知你了。我知道了，老板。知道就好，不要气馁，下次再做报价时可以找我讨论一下，作为前辈还是可以传授你一些经验的。那以后就多麻烦您了。正在这时，王阳的手机却是突然响了起来。喂，你好，是尚美装修公司吗？是，这边是尚美装修。恭喜您这边被选上了，抓紧时间安排一下装修事宜吧。好，谢谢，我马上就去办。挂断电话，王阳一脸兴奋地看着还站在一旁的陈军。老板，那边打电话过来，说是我的方案被选用了，让我们这边尽快安排人去装修。你的方案被选用了？陈军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王阳，那么贵的方案竟然真的会被选上？是的，千真万确，我得去通知设计部，那边随时都可以签合同，要求是尽快安排装修。王阳说完便激动地跑向设计。陈军愣愣地站在原地，心中思绪万千，不禁有些怀疑起来，这些年他总结的那些经验是对还是错？陈总，尚美装修那边说只要签完合同，随时就可以动工，不过那边需要先支付30%。装修费吗？告诉那边的人，我全额支付。陈总，这样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陈默不以为然，装修费当然要全额支付，他做的这些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花钱吗？沈柔一时语塞，听话的按照陈默的要求去办。接下来的数日，又招来了2位5星级大厨，食堂的装修规划也彻底定了下来。陈默办公室也里里外外的装修了一遍。晚上，陈默坐在沙发上，看着上面剩余的系统资金，不自觉的笑了笑。哈哈，明天就可以结算了，就这样保持下去，明天中午结算时，自己就可以成为100万富翁了。陈总，你要的零食柜已经到了，我安排他们投放到车间了，到时候会有人定期过来补货。做得不错，不过下次这种小事就不用专门汇报。我主要想要汇报的另外一件事。什么事？那个前一阵我不是接了一个订单吗？那边客户看了一下衣服质量，觉得衣服质量很好，又下了7万的订单。你说什么？那边客户又下了7万的订单？陈总，我有个特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这个魏延又要搞什么灰阶？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前一阵我不是接了一个订单吗？客户看了一下衣服质量，觉得衣服质量很好，又下了7万的订单。什么？你说那边客户又下了7万的订单？对呀，而且客户说了，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质量，以后还会持续下单。那边什么时候打款？已经打款了，当时我怕客户反悔，努力说服客户，当场就把钱打到咱们账户上了。陈默闻言，赶忙看了一眼脑海中的系统面板，果然，原本只剩341的系统资金，此时已经变成了70341。陈默整个人直接瘫倒座椅上，看着一脸笑容的魏延，嘴角一阵抽动。魏延啊，魏延，我早就该想得到的，这特么的是个反骨仔啊！陈总，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没事吧？没事，我牙疼，你先出去吧，我想静静。那陈总，你好好休息。魏延看着陈默的状态，关心地说了一句，便退出了办公室。而在另一旁的办公室内，李生早就让人把零食柜移动到车间的角落，摆放整齐。李生，这是做什么？这个我知道，无人售货机嘛，想吃什么自己扫码支付就好了。格局小了，里面的零食饮料大家可以自由挑选，而且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所有花销全由陈总支付。陈总对我们也太好了，幸亏当初没辞职。这里面的零食虽然是免费的，但大家自觉一点，能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浪费。对对对，陈总好意给我们投放免费的零食柜，我们也要自觉珍惜。陈默瘫坐在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起身，脸上重新燃起了斗志，目光投向身边的沈柔。小饶，你统计一下，咱们公司现在总共有多少员工？还有1天时间，我还有机会，我一定会把这7万元给花掉。陈总，现在咱们公司一共有26位员工。走，你跟我出去一趟。很快，他们便来到了距离公司最近的一个大型购物超市。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办理购物卡500面值的。先生，请问要办理多少张购物卡？26张。先生，这是购物卡，一共是13000元。陈默接过购物卡，此时的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要做什么。陈总，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成为公司老板已经快1个月了，也该带员工出来搞一次团建了，增加一下公司的凝聚力。很快，俩人就来到了江城市一个比较不错的餐厅。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有预定吗？没有预定，不过我准备晚上预定一下。先生你好，请问有多少人？预定到几点？是现在就点菜，还是到时候现点？要27个人的位置，时间在今天晚上7点半左右，菜我就先不点了，你们就先按4万4的标准给我安排就好。我没听错吧？先生说的是44000元。是的，就是4万4，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们收银。其实陈默早就计算好价格，花掉这4万4，回去再给员工发一些福利，他的系统资金将会再次变成几百块。陈总，你找我？通知一下工厂所有员工，15分钟后来办公室大厅开会。好的，陈总。陈默在大厅正前方，所有员工齐齐地站在大厅中央，正一脸好奇地看着陈默。陈总，人都到齐了。今天将大家叫来呢，主要是说几件事情。第一，我接手这个公司已经将近1个月了，大家的工作态度我也都看在眼里。身为老板，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福利作为奖赏，这是大乐福超市的购物卡，里面有着500块的余额，大家可以过去买一些需要的东西。陈总，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毕业到现在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我接下来讲第2件事，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全国各地都已经进入到了高温时期。考虑到大家每天辛苦工作，我给大家准备了500元的高温补贴，稍后会发放到每个人的银行账户。人群中又是一连串惊叹声响起，陈默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继续开口。还有公司将要进行一次聚餐，用来增进大家的感情，而且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聚餐，聚餐所花销的费用全由公司报销，大家尽可放心。陈默宣布完事情，就转身回到了办公室中，看着系统资金重新恢复到了几百块，终于是放心的松了一口气，心中有着一些庆幸。还好不是结算式打款，要不然可就没有办法挽回了。李生，今天晚上陈总组织聚餐，你就不用和我去夜市了，反正也没剩多少件衣服了，今晚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也好，那你自己就多跑一跑了。放心吧，就剩那点衣服绝对清空，等明天去公司将咱们这些添卖衣服的钱给陈总一转，陈总还不乐开花，到时候我顺便给你请下工，毕竟这个销售门路是你想出来的。杨哥，陈总对员工这么好，我力所能及的帮点小忙，算不得什么。这怎么能行？这种好事怎么能忘了你呢？你严哥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好了，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几名员工看着餐厅外面华丽的装潢，忍不住出声惊叹了2声。我丢，这饭店可以呀，看这装饰消费指定不低。
这星宇餐厅已经是江城市排名前几的餐厅了，里面的厨师都是业界星级大厨，消费自然不会低，差不多人均消费500到800不等。500到800，那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不得有2万来块钱了。陈总还真是大方啊！要不是陈总，我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来这种餐厅吧。陈总，我敬你一杯。公司自从您接手之后，车间的所有人都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都对未来有了期待。陈默有些尴尬地看着这一切，不禁有些心虚。他所做的那些，单纯的就是想要将系统资金花掉。晚饭过后，陈默躺在床上。对了，昨晚魏延没有来聚餐，该不是又去搞什么事情去了吧？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一惊，赶忙看向脑海中的系统面板，发现系统资金还是昨晚的几百块钱，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过去。喂，陈总，你找我？我问一下，昨晚没有接什么订单吧？还有今天还没有订单，不过陈总你放心，我一定努力跑业务，为公司拉来更多的订单。那就行。对了，陈总，还有一件事我要跟您汇报。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跟您汇报一下。魏延说到一半，发现电话已经被挂断了，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想了想便将手机收了起来。算了，等回到公司再找陈总当面汇报吧。反正积压的衣服已经卖完了，也不用那么着急。卖掉衣服的钱到时候直接打到公司的账户中。来，我们继续玩。杨哥，昨天的那些衣物都处理的怎么样了？昨晚剩余积压的衣物已经全部销售完毕，一共卖出去74280元，相比较还算可以了。那太好了，严哥，陈总知道了还不乐开花。先不说了，我去将这些钱转到公司账户，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陈总见到这些积压的衣物可以卖到这些钱，应该会非常高兴吧。而另一边的陈默等待着倒计时一点点减少，陈默心情愉悦地打着电脑游戏，嘴上还哼着歌。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一下，陈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凝固下来。银行到账72280。我真的裂开了这个！陈默目光赶忙看向系统面板，果然原本几百的系统资金，此时又变成了7万多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公司账户突然又多出7万多块钱来？谁啊？到底是谁？陈默一脸的不解，不过此时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多想了，距离结算也就只剩下10多分钟了。怎样才能在10几分钟内将这7万多的系统资金花掉呢？陈默一阵头疼，看着时间一点点清零，整个人直接颓废的靠在座椅上，原本愉悦的心情，此时已经跌到了谷底。很快，倒计时清零，系统进入结算界面，资金转化完成，开始补充系统资金。系统资金已经补充完毕，请宿主查看。宿主陈默，系统资金800万，个人资产3872，结算周期1个月后。一阵敲门声传来，陈默抬眼看了一眼，懒得搭理，他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陈总，那7万多的转账你收到了吧？那钱是你转的？是的，陈总，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昨天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没有订单了吗？这不是订单的钱，而是处理库房积压的衣服的钱。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库房积压的衣服？陈总，你之前说业务的事情不要着急嘛。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陈总你是在暗示我先把库房积压的衣服处理掉。当然这件事还多亏了李生提醒，要不然我还真想不到这里。特么的，我暗示什么了？明明是你自己脑补的，和我有鸡毛的关系。对了，你说还有李生的事情？对呀，陈总，这件事李生至少有一半功劳，这些天都是他和我一起出去卖那些积压的衣服的。好啊，李生啊，李生隐藏的够深啊！没想到我身边不仅有一个反骨仔，竟然还隐藏一个老六。魏延暗暗观察着，发现陈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高兴，甚至有些不悦。魏延心中不解，不过很快就恍然大悟，我真笨啊！处理库房积压的衣服本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没什么可以称赞的。看来最近自己有点飘了，竟然还想着过来邀功。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对了，下次有这样的事情，提前告诉我一声。等到魏延离开，陈默重新瘫坐到座椅上，看着系统面板上重新补充的800万的系统资金，渐渐恢复了一些斗志。不知何时，沈柔也走了过来。陈总，邮箱里已经有好几份简历了，您看一下。应聘销售，应届毕业生，无销售经验，姓名吴宇，优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心态乐观，无销售经验，这才是我需要的人才啊！至于这些优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哈，我都不记得自己上一世发过多少次这样的简历了。小饶，我一会儿把筛选好的简历发给你，记得就按照上面的名单进行通知。好的，陈总。沈柔走后，陈默靠在椅子上，想着该如何将系统资金快速花掉。就在这时，一道声响突然从陈默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公司人员配置齐全度达到了70%，解锁支线任务。支线任务拥有另一家公司领域不得与当前公司一致。
任务成功，奖励平行世界随机作品一份，当前世界不存在的作品。特么的，怎么现在才检测？搞得我每天都为花钱都快烦死了。看来还是要在公司交易平台上再购买一家公司了，最好选择公司面临破产，或者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那种。看着交易平台上的众多公司，陈默有些眼花缭乱，一时间不知道该选哪一家合适。不过很快，陈默便被一家游戏公司给吸引到，倒是不是他喜欢游戏，而是这家游戏公司研发的一款游戏名《地龙八部》。这家公司才300万，还算可以，只要买下这家公司，就可以一下子花掉300万的系统资金。不过既然要收购公司，自然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忙了，顺便再花点钱出去。陈默突然想到上次帮忙收购服装厂的唐秋就不错，他也不打算换其他人，拿出手机找到唐秋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唐律师，没打扰你吧？没事，陈总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倒是没多大的事情，我还想收购一家公司，想找你帮忙办理一下。好的，陈总，你把将要收购公司的名称给我，我先了解一下，然后再给你回复。没过多久，手机就收到了陈默发来的公司名称。唐秋打开电脑，通过搜查软件开始确认公司当前的状态。很快资料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等看清所有资料后，唐秋整个人都凌乱了。怎么又是一家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而且这一次更加严重，这公司要是再没有人收购，或者有人投资，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破产了。这陈总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为什么每次都是收购这种类型的公司呢？陈总，现在公司大部分职位都已经招齐，但公司如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办公室不够用了。稍等，我给工业园区的李经理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您好，陈总，找我有什么事情？李经理，目前你那边还有剩余的车间吗？有，陈总，我马上过去找你。楼上的员工宿舍将会改造成办公室，至于宿舍，我又重新租了一个车间，会装修成员工宿舍。可陈总，如果现在就将宿舍改造成办公室，那住宿舍的人可就没有地方住了。可要不改造办公室，那现在招的那些新员工就没有地方办公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沈柔，你通知财务、会计什么的，就让他们暂时在家办公吧。等办公室和宿舍弄好了，他们再来公司上班就行了。另外，每人再补贴住宿补偿金2000元。陈总，这样真的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员工就是自己的家人，对待家人不应该无微不至吗？好，那我就去通知他们。等一下，那个如果在家办公的话，吃食可能就需要自己处理了。所以居家办公这段时日，公司会每个月给1500元的饭补。积少成多，此时的陈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花钱的机会。沈柔愣了愣，居家办公，然后不仅给住宿补贴，还给饭补，他就没听说过那个公司这么做过。陈总决定了，由于公司工位紧张，你们2人需要暂时在家办公。居家办公？没错，由于公司目前工位紧张，所以你们只能暂时居家办公。到时候有什么工作，我会通过手机传达给你们。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来公司上班？你们放心，居家办公只是暂时的，等楼上的办公室弄好，你们就可以来公司上班了。好的，沈助理。对了，陈总考虑到你们居家办公吃食需要自己花钱，所以公司会给你们每个月2000的住宿补贴，外加1500的饭补。啥？居家办公还给住宿补贴？沈柔讲完一切的事宜，便直接离开了。赵玲玲2人则是有些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就在2人迟疑间，2人手机先响了一声，那竟然是一条转账信息。看着那3500的转账金额，玲姐，好像是补贴的钱给打过来了。别想太多了，明天就在家办公吧。孟总，没有办法了，地龙8部已经连续更改了许多内容，还是有大量玩家不断的流失。没有办法了，只能期望公司交易平台上有人接手吧。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接手。陈总，合作愉快。不到1个月时间，陈总在我手里已经租下了2个车间，无疑是一个大客户啊。合作愉快。陈默微笑道，同时将45万的租金直接转给了李茂德。李茂德看着转账信息，笑得更加灿烂。做园区经理这么多年，陈总是我见过最痛快的一个客户了。目送李茂德离开，唐秋的电话就已经打了过来。唐律师，那家公司怎么样？可以收购吗？是可以收购的，不过有些细节我要和你说明一下，需要当面说清楚。好，那还是上次那家咖啡厅见面谈。唐律师，久等了。还行，我也刚到不久。这个女生难道是陈总的女朋友？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招的助理沈柔，这是唐秋。唐律师，你好，唐律师。只有20-30人的公司，竟然还给自己配置一个助理，这陈默想来是有什么歪心思吧？
陈总，这是我了解的地龙八部游戏的一些资料，你看一下。陈默接过资料，快速的看了一眼，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这个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不错，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怎么样？还不错。唐秋的表情瞬间僵住了，他没有想到陈默会对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给出一个还不错的评价。不过想到上次收购服装厂的经历，也就释然了。这陈总一直都是不按套路出牌，这家游戏公司明明处于亏损状态，如果现在接手的话，很有可能会亏钱。而且这家公司一共有34名员工，你若是收购这家公司，这些员工你是打算遣散还是保留？34个员工当然是保留下来了，这下就又可以支出一大笔工资了。没问题，可以收购。那就剩价钱的问题了。以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已经是面临倒闭的边缘。你若是不着急，慢慢与对方商讨，可能用不到200万就可以拿下。不，我很着急，300万可以接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花钱的机会，怎么可以压价？唐秋认真看了看陈默，他实在搞不清楚对面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明明可以省钱，却非要多花钱，就算是富二代也没有必要这样败家呀。那好，既然陈总已经做了决定，那就可以与对方的负责人联系，商讨收购的事宜了。麻烦唐律师了。陈总，真的要收购那家游戏公司吗？沈柔深知唐律师说的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收购那家公司，有很大的几率会亏钱。我觉得没问题。可那家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我刚刚计算了一下，如果陈总真的想要成立一个游戏公司，200万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成立新公司哪有收购公司花钱快啊？而且省心又省力。沈柔，你试想一下，如果将一个处于亏损的公司扭亏为盈，那不是更有成就感？扭亏为盈，想都别想，这辈子都不可能扭亏为盈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赔钱的公司，没想到陈总竟然会这样想，看来自己的想法还是太狭隘了，只计较当前的得失，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才成，到时候再跟不上陈总的节奏。我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本以为是一个有经验的业务员，没想到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记住了，严哥。这样吧，你先跟着我跑几天，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没有办法，只能我先带着了。还以为陈总给我分派什么任务，竟然给我安排一个小白过来。谢谢严哥。走吧，今天还有些时间，刚好预约了一个客户，就带你去见见。刚准备离开，魏延就看见了从外面回来的陈默。陈总好，这是要准备出去吗？这家伙该不会又要闷声搞大事吧？带小吴出去见见客户。这个年轻人我记得是我亲自选的业务员，带一个新人去见客户，应该不会拉来什么订单吧？不过一直带着也不行，万一给带出经验来可就不好了。见一见也好，不过业务终究是要靠自己，只有自己经历一下困难，才能快速成长。我懂了，陈总，温室的花朵是承受不住风吹雨打的。陈总这是在暗示我，今天就带小吴熟悉一下流程，明天让他自己跑好了。我们先走了，陈总。说完，魏延就快步带着吴宇离开了。懂了，他又懂什么了？老孟，公司交易平台上有消息了，有人想要收购咱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有人打来电话，有意向收购咱们公司，明天会过来详细商谈。那价钱呢？那边说给多少了吗？还没有，只是打电话说了一下收购意向，并没有说其他的事情。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问？算了，既然那边说明天过来详谈，那就明天见面时再谈吧。就算打电话询问，也不可能就在电话里将价格确认，那样还不如明天见面时再谈呢。不过收购方一定会压价，价格稍稍低一点也能接受。陈总，咱们到了。不远处，唐秋也走了过来，正一脸奇怪地看着陈默。记得收购服装厂时，陈默连车都没有，现在倒好，不但买车了，还招了一个专职司机和一个专职助理。这陈总不光败家，还挺会享受。唐律师，就是这里了吧？对，就是这里。他们的公司在11楼，我们上去吧。你好，你是孟总。陈总还真是年轻有为啊，幸会幸会。客套话就不用了，我们抓紧谈收购的事情吧。不知道陈总想要怎样收购地龙八部？你们不是标价300万吗？就按照300万收购就好了。什么？我没听错吧？你们不是标价300万吗？就按照300万收购就好了。陈总，我没听错吧？您是说要300万收购我这家公司吗？怎么嫌少啊？少的话可以再加。陈总肯定是在考验我，我不能再加了，不然待会儿该绷不住了。够了够了，那陈总，跟我的这些员工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处理？至于员工嘛，让我现招员工太麻烦了，就保留所有员工，岗位不变吧。陈总，谢谢你，我替地龙八部的所有员工谢谢你。两位，
如果商谈好条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签合同吧。陈总，从现在开始，您就是地龙巴布的老板了。我带您与公司员工见一面，也算是正式交接了。我非常感谢大家在公司遇到问题后还能一直坚持至今。今天之后，我就不能继续带领大家了。今后公司将由陈默陈总来接手。大家好，我叫陈默，很高兴认识大家。那陈总，我们这帮员工还能继续留下来为公司做事情吗？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之前你们怎么工作，今后你们就怎么工作就好。待会儿大家会有一笔补偿金，大家稍后依次到我办公室领取。陈总，您找我？你叫方长，之前是这家游戏公司的策划。是的，陈总。那之前公司大大小小的游戏，你都有参与了。陈总，你听我说，这可能是个误会。我虽然是个策划，但公司大大小小的决定都是由孟总和郑总决定的，而且我提出的一大部分建议，很多都没有被两位老总采纳。经常不被采纳，这方长绝对是个人才，将来绝对是公司亏损的关键人物。也不知道孟总为何会将这样的人留到现在。小常，以后我不会经常来公司，所以就将你提拔成公司的经理。我不在公司的时候，公司大大小小的事业都由你来决定。谢谢陈总，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既然你担任了经理一职，工资待遇自然要给你往上调一调。你原本的工资是8000，现在给你调到15000。8000到15000，这个涨幅已经快要接近翻倍了。我以前也提过工资，但大多都是几百，像这样接近翻倍的，还是第一次见。可是，陈总，薪资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啊？陈总，这薪资发放的是不是早了啊？这是陈总管理公司的一个传统，工资都是提前1个月开资的，即使是新入职没工作的员工。沈柔，你待会儿让财务把剩余30多个员工的工资都发了，薪资都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上调3成。既然跟我干，我以后让大家都吃上肉。柔柔，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吗？是啊，从我入职以来，不是每天陪老板吃饭，就是跟着老板到处消费。我也想找一些事情干，整理一些文件之类的，可是压根就没有。突然好羡慕你的工作，不用做什么就可以领那么多的薪资，要不我和你混好了。怎么了？你不准备当歌星了啊？当然不会放弃了，我未来可是要成为大歌星的。我之前看过一部剧，那里面的助理连老板的衣食住行都会打理得井井有条，最后助理可是和老板在一起了。要不你也试一试，说不定你就可以直接当富太太了。讨厌，你找打。陈总，这里一共有3个项目方案，你过目一下。陈默随便看了下方案，发现也看不明白，索性就直接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都是你自己做的方案？是的，陈总。这方长之前做策划，成功将公司弄成亏损状态，想必只要确认这方案是他做的，就一定没有问题。那这3个方案你自己觉得哪个好就选择哪个吧。陈总，第一套方案是一款 FPS 射击类型的游戏，相比于当下的 FPS 射击游戏，我设计了许多新的玩法。我觉得只要将这款游戏做出来，一定能打破现在 FPS 游戏的现状。方案我不看了，你心中有数就好，说说需要多少预算吧。陈总，这份方案前期制作大概需要60万左右，不过还没算以后的测试和宣传费用。我给你80万的预算，务必要将这个游戏做好。谢谢陈总，我一定努力将这款游戏做好。怎么样，小王，设计和预算做好了吗？已经完事了，老板，您看一下。一个员工宿舍竟然给做出了93万的预算，小王，你确定上面的材料配置是客户要求的吗？陈总倒是没有要求什么品牌的，但有要求一定要用大品牌。那就发给客户看看，注意不要把方案定得太死。告诉陈总，如果不满意还可以进行微调。我知道了，老板。陈总，装修公司那边的装修方案已经发过来了，我打印了一份，你过目一下。不错，员工宿舍就花了93万，就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办吧。告诉他们装修费稍后会全额支付过去。好的，陈总，我这就通知那边。陈总，你找我。地龙巴布目前什么情况？地龙巴布现在一直处于亏钱的状态。陈总，我打算将其停服了。这么好的赔钱游戏，竟然想要停服，这怎么能行？停服？为什么要停服？陈总，天龙这个游戏已经持续亏钱很久了，曾经公司也做过一些的改善，但没有任何的起色。若是再不关服的话，还会亏更多的钱。不需要，你就这样关服，还在玩游戏的那些人怎么办？而且那些已经充了钱的玩家，岂不是很心凉？这样我们游戏公司的名声怎么办？
若是因为亏钱就关服，那些玩家还敢玩我们公司的其他游戏吗？所以目光要放长远，不要因为一时的亏钱就放弃公司的名声。那陈总还关不关服了？当然不能关了，还有将游戏的内部账号给我一个，要那种神装的。好的，陈总，我稍后会将账号给你。长哥，你找我？天龙的内部账号给我2个，神装的。要神装账号做什么？不是准备关服了吗？无妨，不关服的事情就是陈总提出的，内部账号也是陈总要的。陈总不知道这个游戏在亏钱吗？我和陈总解释过，但陈总坚持不关服。那陈总是有什么打算？不知道，不过陈总要游戏的内部账户，大概想要体验一下游戏，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地方吧。这游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都没有任何拯救的方法，陈总他真的可以吗？那我就不清楚了。陈默刚刚将《地龙8部》这个游戏给下载好，方长就将内部账号给发了过来，输入账号直接进入了游戏。这游戏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呀，逛了半天野外一个人都没有遇到，一定是土豪哥前一阵在野外杀得太嗨了。雪落，快看那里有个玩家，没见过这个 ID， 不是公会里的人，不过看起来装备还不错呀。管那么多做什么？先把装备爆了再说。这游戏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呀，逛了半天野外一个人都没有遇到，一定是土豪哥前一阵在野外玩得太嗨了。雪落，没听说这个 ID， 应该不是公会里的人，不过看起来装备还不错。管那么多做什么？先把装备爆了再说。我丢，咋就掉了1格血？这回咱们好像提到铁板了。兄弟，刚刚只是一个误会，我们可是土豪公会的人，你装备这么好，土豪哥应该知道吧？告诉你家土豪哥，让他最近别来野外，要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等到消息发送成功后，他也不等对方回应，直接操控人物2下攻击过后，对方的血条瞬间清空。严哥，我终于有订单了。约定什么时候签合同？对方说了什么时候打款吗？那边说明天就可以签合同，至于打款的事情还没有提。记得明天签合同时提一下，不然以后要款会很麻烦的。知道了，严哥。你小子来的真是时候，公司现在的衣服用料可都是上等的面料，而价格还是和以前一样。陈总，您的咖啡。好的，你放桌上就可以了。豪哥，雪落的 ID 又出现了。哥们，上次就是你杀了我家兄弟，要怪的话，就怪你兄弟手痒，想爆我的装备。你有种，既然如此，我就先给你打服为止。话还没说完，对面的队伍已经开始有人发动技能往陈默这边攻击了。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那数道攻击中有几道攻击竟然一下可以打掉他一小条血。对面也有神装账号，而且还不是一个。难道我也得多弄几个神装账号？这件事找方长应该不难，可我要找谁玩呢？对了，我可以让方长研制一套新装备，到时候只有自己一个神装，对方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吧？想到这里，陈默直接拿起手机给方长拨打了一个电话。陈总这么早是有什么吩咐？地龙8部这个游戏已经好久没有更新游戏装备了吧？是的，陈总，由于地龙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做了几次调整后也没有什么改进，之前的老板就放弃了继续更新装备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觉得是时候更新一些游戏装备了。公司目前的人手都在努力制作新游戏，若是要制作一套地龙的装备，肯定会分出一部分员工的，那样的话，新游戏的制作进度将会大打折扣。这样可不行，没有新装备道具的出新，怎么能让游戏保持新鲜感呢？久而久之就会有人玩够了，最后肯定都会选择弃游。这样吧，你安排人尽快研发一套新装备出来，装备的数值调高一些，一定比之前的装备强才行。好的，陈总，我这就办。陈总，我有件大喜事要告诉您。按照以前的惯例，这反骨仔该不会又搞事情了吧？什么喜事？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陈总，那个新来的业务员吴宇不到2天就有订单了。多大的单子？只是个10万的小单子，但是一个不错的开头，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单子的。只有10万吗？还好，10万的话，我稍稍弄点什么也就可以花出去了。陈总，吴宇的事情只是个小事，我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好事。陈默刚刚平复下来的内心就又再提起来了，看着魏延的表情，总觉得这个更大的好事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坏事。这魏延又搞什么飞机？跟他聊天如同坐过山车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什么好事？我不小心也接了一个单子。什么单子？多大金额的？不多，就只下了100万的订单。你再说一点，多大金额？100万的订单，陈总你不必太过惊讶，主要是咱们服装厂用的布料比其他服装厂好了太多，所以同样的价格，客户肯定会选择我们的。能够拿下这个大单子，其实还是陈总你的功劳。那这么说的话，所以是我的原因了。对啊，要不是陈总决定用好面料，我们接单也不会这么简单的。
新人能够这么快就接到订单，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的。行了，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魏延有些不解，明明接了个大单，但是陈默看起来还是闷闷不乐，随后无奈的离开了。合计业务员这么好跑订单，原来是和我有关系呗。早知道就一直用之前的破布料了，可如今再想将面料换回以前的，肯定不可能了。看来只能在人员的身上做文章了。对了，上午方长不是说他那边人手不够吗？可以将魏延调过去帮忙啊，给一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也算是提升职位了。到时候再给多涨一些工资。魏延，你一会来游戏公司一趟。陈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魏延啊，你在公司也做了很长时间的业务了，不知道有没有向上爬的想法呢？陈总，我只是一个业务，怎么往上爬？无非就是多努力，争取给公司多拉一些订单。公司订单量多了，我的提成也就多了。那倒未必，这家是我新收购了一家游戏公司，而且这里正缺人手，我准备把你调到这边做办公室主任，你看怎么样？陈总，这样真的可以吗？你放心，薪资待遇绝对会比你现在跑业务挣得多，而且你也不用每天四处见客户了。陈总，我都没上过几年学，你让我直接做办公室主任，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好办，不会可以学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可以看看网课什么的，可以边努力边提升自己。感谢陈总对我如此的信任，那我就来这边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陈总随时都可以将我调回去，我是不会有任何怨言的。好，就这么定了呀。你回去好好与我交接一下，明天我就带你去新公司任职。好的，陈总。魏延点头，随后起身离开了办公室。陈总，将魏延调走的话，那边的业务部只留下一个新人不太好吧？没什么，这样才能给新人更好的锻炼嘛。实在不行，你去通知人事，让他再找2名业务员就可以了。记住还要应届生，不要有经验的。好的，陈总。严哥，你回来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去见客户，带我也长长见识？无语啊，以后业务部可能就只有你一个人。严哥，这是什么意思？你辞职了？莫非是老板把你开除了？瞎想什么了，你才被开除了呢，我被调到其他岗位了，所以以后业务部就剩你一个人。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就按照我教你的那些跑就好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可以打电话问我。严哥，我舍不得你走，你走了我可咋办？那严哥，陈总给你调到什么岗位去了？一个游戏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哇塞，原来陈总还有一家公司啊。无语，所以说你要好好干，没准下一次晋升的可能就是你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魏延，你们以后的办公室主任。你好，我叫方长，以后还靠魏总多多关照。好说好说，以后有我一口肉吃，就有大家一口汤喝。有这对卧龙凤雏在，我对亏钱计划又充满了信心。陈总，我刚来这办公室，看员工工作用的办公桌椅都太破旧了，要不重新换一批新的吧？我丢，这人什么来头？刚来办公室的第一天就敢这么说话，莫非是陈总的远房亲戚？我怎么没想到，员工兢兢业业的工作，怎么能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呢？这样吧，魏延，你之前不是买过一批桌椅吗？那家桌椅不错，就按照上次的配置买就好。到时候你统计一下金额，我将钱直接转给你。我知道了，陈总。等到陈默离开，方长将近些日公司的一些策划方案都找了出来，交给了魏延。魏总，这些都是公司近些日策划和任务，你可以看一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随时可以提出来。方经理客气了。说实话，我对游戏这方面根本不懂，所以目前来说我跟着学习就好，策划的事情你来定就行。什么？魏总，您之前从来就没接触过游戏策划之类的吗？方经理客气了，说实话我对游戏这方面压根就不懂，所以目前来说我跟着学习就好，策划就按照原方案走就行。魏总，您之前难道就从来没接触过游戏策划之类的吗？我之前就是跟着陈总在服装厂跑销售业务的，陈总看我这么努力上进，就把我调过来了。那好吧，魏总有什么需求，随时都可以和我提。对了，我还有件事情要麻烦你。魏总客气了，只要我能办到，一定给办到。我现在不是什么都不懂吗？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先到员工工作的岗位，看看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也顺便跟着学习下。魏总随便学，而且你要是坐在那里，没准还会起到监督的作用。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李申，最近员工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陈总，这几天大家都在加班，可能是休息不够。加班？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严哥之前不是接了一个大单子吗？所以我就让大家伙都加班，将工期赶一赶，以免到时候单子都聚集在一起。加班？这不是强制让我多赚钱吗？在我的公司，加班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别想加班。李申啊，你赶工期我理解，那你不能占用员工的私人时间啊。不是这样的，陈总，是大家伙自愿加班的。陈总，你对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那也不行，员工也是人，他们下班也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比如看看电影了，逛逛街了，
或者累了在家躺一躺之类的。我们不能因为公司的一些小利益而剥夺员工的自由。我知道了，陈总，之前是我考虑不周，可是以后若是单子多了干不过来了怎么办？你们车间可以和业务商谈一下，每天的工作量是多少，就让业务那边按这个量去接单。我真是太聪明了，这样不但控制了车间的生产数量，又抑制了业务的接单量，不愁不亏钱啊。但这样会限制业务接单的量，那也就间接的减少了业务的收入啊。他们能干嘛？李申，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了，我会解决的。还有你回去通知厂里的高层干部，等会来公司大厅开会。好的，陈总。你说陈总把我们叫来开会，会有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该不会又要发放什么福利吧？不可能，陈总已经发了很多福利了。没过多久，陈默带着沈柔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今天呢，将大家叫过来，主要是说一下加班和工作时间的事情。大家对加班这件事有什么看法？陈总，加班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商讨好的，陈总对我们太好了，您这样的老板现在真的不多了，加班都是我们自愿的。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大家加班也辛苦了。稍后我让李申统计一下大家加班的时间，到时会按照正常薪资的3倍给大家放加班费。话音落下，人群中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陈默见状笑了笑，继续开口。不过加班这件事呢，我是不提倡的。大家能在仅有的工作时间内，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很不错了。之前大家的工作时间是早8晚6，现在开始改为早9晚5，中午正常休息。陈总，您对我们也太好了吧？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没说完。小饶，之前每个月大家是有1天的休息的，大家要是不休，会有400满勤奖，我记得是这样的，没错吧？陈总，是这样的，没错。很好，之前呢我对这个制度不是太了解，今天才发现它是不合理的，以后就改为周6周日双休，法定节假日也全部休息。陈默休假和满勤的制度说完，大厅内一片寂静，安静的都可以听到每一个人的呼吸声。几秒过后，大厅内一片哗然，全都一脸激动的看向陈默。谢谢陈总，您就是菩萨转世啊！谢就不用了，这个休息本就是你们应该有的。另外，昨天大家加班也辛苦了，散会后就都回家休息吧。放心，今天休息算大家公休，不会扣大家钱的。陈总，那我们今天就不用上班了吗？等养好精神后，明天再过来上班。哦，对了，今天是周5，明后天是周6周日，是法定节假日，那大家就大后天上班。好了，大家散会吧。说完，陈默就离开了。大厅众人迟迟没有动地方，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迷茫。我们这就休息了？好像是的，而且还是一连休息3天。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老张穿的这么好，你今天休息了？不对呀，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一向可是不请假的。我没请假，是我们老板给放的。哦，该不会公司效益不好，给你们放几天假，没有工资的那种吧？要我说，这种假还不如不放。这3天休息可都是带薪休息，而且以后每周都会有双休，全都是带薪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信的话，你去我们服装厂找其他员工问一问。老尤，老板快来了，我们得回去干活了。我先去干活了，有时间找你吃饭。好，那你去忙吧。老尤，和谁聊这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他现在的厂子听说挺不错的，工资高啊？工资倒没问，不过那个厂子现在是每周双休，还是带薪休息。骗滚了吧！我去的厂子没有20家，起码也有18家了，可从没有听说哪家厂子是双休。你那个同事肯定是逗你玩呢。刘永健沉默不语，以他对张凯的了解，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可是以他对工厂的了解，自己的同事说的也没毛病，从没有听说过哪个工厂有双休的制度。沈柔，都几点了？再不去上班可就要迟到了。哦，我今天休息，不用上班。休息了？你身体不舒服嘛？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没有啦，是公司给放的假，没有不舒服。哎呦呦，你老板大发慈悲，给你放假了？没有，是整个公司都放假。你还真别说，你们老板还挺不错。我听说工厂想要放假很难的。陈总其实对员工一直都很好的。呦呦呦，脸红了，这就已经开始维护公司了啊？你该不会沦陷了吧？你瞎说什么呢？再这样我可生气了。柔柔，你今天难得休息，要不我们去逛街吧？那你不去上班了吗？我不是单休嘛，周6周天可以串休的，那我就选择今天休息，明天不休就好了。对了，沈柔，要不你今天约你老板出来一起吃个饭吧？我对你们老板真是太好奇了。还是不了，陈总他日理万机，
应该很忙的。就打个电话问一问，没准就不忙呢。要不你把电话给我，我来打。沈柔终于又不过张兰的催促，妥协的拿出了手机，而另一边的陈默无聊的躺在床上，好无聊，不知道干点什么，总不能在家躺一天吧。正当陈默思考在做些什么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陈总，没打扰到你吧？没有打扰，有什么事吗？那个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陈总，没打扰到你吧？没有打扰，有什么事吗？那个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美女请我吃饭，当然有时间了。中午行吗？没时间的话，晚上也可以。那就中午吧，等会将位置发给我，我一会过去。陈默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应了下来。刚好觉得在家里有点无聊，准备挂断电话时，那个陈总，我还有一位同学，没有问题吧？当然可以，不过说好了呀，是你请客。行啊，我请客。那就行，有个同学倒是无所谓，也能活跃气氛。不知道她闺蜜长得漂亮不？那就这么定了，我一会给你发定位。挂断电话，沈柔一脸高兴地看向张兰。陈总他同意了。怎么样？我就说试试嘛，这不就邀请成功了？那我们一会要吃什么啊？不如就去吃火锅吧，花费也不算高，你完全可以负担得起。也不知道陈总喜不喜欢，这样真的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你不是说过，陈总之前还和员工一起吃过盒饭，吃个火锅肯定也没有问题啊。好，那就去吃火锅。那我们就穿衣服出发。走吧。这件不错，进去换一下，我看看。兰兰，要不别换了，我都换好几件了，不买的话多不好啊。让你换你就换，怕什么？买衣服肯定是要多试几件，才能选出最合适的嘛。没一会儿功夫，沈柔换上新衣服走了出来。兰兰，这个衣领是不是有点土啊？那什么还没有露出来呢，这样刚刚好，要是再配一件项链就更好看了。还要配项链啊？那我不要了。只是说搭配项链更好看而已，又不是让你买项链。那这个裙子也好贵的，我刚刚看了一下价格，要500多呢。一会可是要和陈默一起吃饭哦，你难道不打算穿得好看一点吗？而且今天商场打特价，用不到500就能买到手的。小柔节省的性格，我真的是领略到了。真的吗？骗你做什么？这件衣服看一下，折扣之后是多少钱？你好美女，这件衣服折扣后只需要465就可以了。好了，这件衣服我们要了。好的美女，是需要我给你们包上，还是这位美女穿着？就这样穿着吧。两人大约等了10分钟左右，陈默准时的走进了火锅店。陈总，这是我大学同学张兰，这就是我老板陈默。沈柔，今天你好美啊。你好，陈总，老听沈柔提起你，果然是个大帅哥。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陈总是开车来的吗？打车来的。没开车好啊，陈总要不要喝点儿？这丫头疯了吧，什么话都敢说呢？还是不喝了，不能喝，我可是清晰的记得上次一瓶就倒的场景，可太尴尬了。那就喝入油吧，那个和饮料一样，没有度数的，我和小柔经常喝的。饮料，那好吧。你说你没事非要喝什么呀？我哪里知道他不能喝，就不到2瓶，我这是第一次见到2瓶就能喝多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喝饮料了，就是可惜了锅里的那些肉卷了，还没有吃几口呢，陈默就倒了。沈助理，陈总这是怎么了？杨大哥，陈总他喝大了。兰兰，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这里交给我了，你回去休息吧。你一个人可以吗？实在不行，我可以请假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就先回去吧。好吧，怎么感觉你在赶我呢？哎呀，时间不早了，杨大哥你送一下张兰，陈总这边我来安顿就行。接下来的事情我知道大家不喜欢看，就略过了。陈总，你要求的那套装备已经做好了，该怎么样上架？你们之前都是怎么上架的？以前都是以抽奖的方式获取，不过抽到一定的次数后，会给相应的保底。如果整套装备全部保底出的话，需要几千左右。几千就可以抽出来的话，那几个对手土豪怎么看都不像差这几千块钱的样子。就抽奖模式出，不过中奖几率需要调整一下，能调多低就调多低，保证一整套装备保底出的话，就需要10万块钱打底吧。陈总，地龙8部现在都快不行了，10万的话会不会太贵了？估计没有人会买吧。我要的就是这效果，让玩家知难而退。玩个游戏充那么多钱干嘛？没事，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就好了。
对了，装备上架时你也给我的那个游戏账号里弄一套，我看看手感怎么样。好的，陈总，一会儿测试完毕，我就把号发给您。还有，你通知一下你那边的员工，明天下午公司团建，两边的公司一起举行。因为前2天放假，团建的事情一直没有实行，明天举行团建也刚刚好，正好将系统资金花光，然后后天系统结算。这一次总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吧？豪哥，那小子该不会不来了吧？打这么久还没有看到那小子的身影。着什么急？让大家都在野外逛一逛，发现巡逻第一时间通知我。此时陈默刚好来到野外，并且已经被那群人发现。小子，你总算是来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要打就打，废什么话？小子，你很狂啊！看来上一次还没有将你打服啊。紧接着，包围的那些人也开始有了行动，一个个都开始操控游戏角色，向他这边跑了过来。陈默见状，也是操控方长刚给的装备迎了上去。这一冲简直就是狼入羊群，那是一刀一个小朋友，爽啊！这才是玩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没过多久，整个游戏界面已经看不到任何一个敌人了，就连豪哥也倒地不起。一帮小渣渣，以后别玩这游戏了。豪哥，刚刚那小子的装备绝对有问题，攻击力竟然可以直接秒杀我们，我猜一定是使用了外挂。果然是垃圾游戏，有人使用外挂也不管，看来这个游戏已经彻底没救了。豪哥，我刚看了，那人没有用外挂，用的是游戏里新发布的装备。我丢，还真是，我去游戏商场看了，的确有这套装备。我也看了，可这套装备也太贵了吧，保底出竟然要10万块。策划要跑路了吗？10万块的保底，咋不去抢？也不能这么说，官方已经将保底出的价格和概率都清清楚楚的写在上面了，抽与不抽都靠自愿啊。豪哥看着奖池里的装备，微微笑了笑。既然那人并没有使用外挂，而是用的游戏里面新出的装备，那就有意思了。和我豪哥比拼装备嘛，那我就陪你玩一玩，不就是10万块钱吗？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豪哥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往游戏里面充值了30万块进去。都是一群小卡拉米，一套怎么能够？我要3套。魏总，你刚刚进入公司，团建这个消息还是由你去宣布吧，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与员工熟悉，打好关系。方经理，我自打进入新公司以来，就发现你与众不同，将来必定有所作为。行，那就多谢方经理了。谢什么？陈总待我们不薄，我们身为他的员工，自然要同心协力，为公司创造利益。方经理说的对，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定当同心协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要宣布一件事。魏总，是有什么新的任务要派下来了吗？没有任务，是明天下午公司将要进行团建活动，详细的时间和地点稍后会发送到大家的工作群当中。新公司刚成立不久，竟然就准备团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这次团建呢，是和陈总另一个公司的员工一起进行，大家到时候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好了，大家稍后注意一下群里的消息。说完，魏延离开了办公室。大家都上车吧，不要挤，都有座位。李申站在公司门口，指挥着员工一一上车。等到人员全部进入客车，李申来到陈默身旁。陈总，人都已经到齐了，是否出发？那咱们就出发吧。我丢，陈总这次更豪横了，这是将整个2楼都给包下来了。陈总越来越豪气了，没看着这一次连车都给我们安排上了，做陈总的员工也太幸福了。这次不是说还有另一个公司的员工一起团建吗？那边的应该就是了吧？大家自己找地方坐啊。还有那边坐着的就是咱们陈总的另一个公司的员工，大家可以过去多交流交流，以后2个公司还会一起举行活动的。还有单身的男生女生，这可都是机会哦，别浪费了哦。随着李申的声音落下，一些单身的年轻男员工们快速的向着地龙游戏那边的员工走去，一个个着急无比，生怕是去晚了连汤都喝不到。请问这里是地龙公司团建的地方吧？李申闻声看去，只见2名女生正站在他的身侧看着他。这2名女生的个头大概在1.6米左右，模样清秀，不是什么美女，但十分的耐看。哦，你们是地龙游戏的员工吧？这里不是地龙游戏的公司团建吗？不好意思，我好像走错了。没错啊，沈助理告诉的地址就是这里啊，而且我们不是问了楼下的服务员了吗？确实是这里啊。这里既是长风服装的团建，也是地龙游戏的团建，难道你们不知道陈总现在有2家公司吗？一家就是长风服装，另一家就是地龙游戏，今天是2家公司一起进行团建。沈助理好像是说过还有一个公司，不过我给忘记了，现在回想好像就是叫什么风服装厂的。这样啊，2位快点到里面入座，陈总马上就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不要太拘谨，今天都给我敞开了吃啊。
感觉这次的菜系比上一次还要硬啊！自信一点，把感觉去掉，分明就是比上一次好。陈总，这么多人，要不您讲2句？大家吃好喝好哈，我文化水平低，不会说什么。好了，就这些。今天的消费目标可不低，我能不能花完系统资金，就看这些人吃的多少了。咱们陈总就是不一样啊，说是团建聚餐，就真的只是团建聚餐，根本就不多讲别的。是啊，要是其他老板，估计恨不得讲上半个小时才会停止。时间一点点过去，一众员工也都开始放松下来，都互相开始吹起了牛皮。小饶，你等会查一下，附近哪里有高档一点的歌厅，预定一下位置。等下这边吃完饭不想回去的员工，可以去歌厅玩一玩。好的，陈总。现在还有15000的预算，按着这个预算去预定位置就好。整整2个公司加起来已经将近60多人了，竟然连20万块钱都没有花掉，这可不行。看来下一次得换一家更高档一点的餐厅了。我知道了，陈总。喝过3巡，菜过5味，一群人来到了歌厅。兄弟们，唱完一会不着急回家的。陈总给我们预定了足疗养生，大家可以去洗脚。还是陈总大方，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大家吃好喝好，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我陈默一个人包了。第二天，陈默早早的来到了公司，舒服的靠在电竞椅上。今天是个好日子，没错，粉丝们，今天就是系统结算的日子了。意识投入到脑海中，看着系统面板。宿主沉默，系统资金剩余308，结算时间2小时30分。系统资金经过陈默昨天的努力，终于是花到了4000以下，而且今天一早他就询问了一下业务部那边有没有新的业绩出现，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新业绩。陈总今天笑得这么灿烂，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没什么，昨天和那帮小子玩得太嗨了，一直到半夜才回来。早啊，方经理。魏总，特大好消息，地龙游戏突然多了一大笔收入。我记得地龙这个游戏一直不是亏损状态吗？地龙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游戏玩家流失严重，网游戏里面充钱的人越来越少，而这一次却有个玩家往游戏里面充了一大笔钱。充了多少钱？把你激动成这样？30万，整整30万。我终于明白陈总为什么会将那套装备定价那么贵了。装备价格定的那么贵，就是给那些土豪准备的。毕竟在土豪眼里，几千和几万也没有什么区别。究竟怎么回事？地龙不是玩家都流失的差不多了吗？地龙游戏玩家确实流失严重，如果继续将价格定在以前的价位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购买。但是陈总不一样，陈总目光远见，直接将装备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随便有1-2个土豪抽取了装备，都会有一大笔资金进账。方经理，陈总才是投资商界的大鳄，也只有陈总才能想得这么长远。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如果一直出这么多的高价装备，那些土豪会一直购买吗？别想那么多了，陈总应该有他的想法，到时候我们照做就好了。一会儿我就把那30万转到陈总的公司账户上。而另一边的陈默一直盯着电脑上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就到12点了，也就是说还有几分钟就开始结算了呀。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不能这么错过了。陈默一脸笑意的看向脑海中的系统面板。突然，陈默愣了一下，眨了眨眼睛，重新看了一眼。宿主沉默，系统资金300308，结算倒计时4分38秒。每次都是到了关键的时候跳出一个程咬金，这次到底是谁啊？每次都是一到关键的时候跳出一个程咬金，这次到底是谁啊？我明明记得早上还是308块钱的，怎么短短2个多小时就突然多出30万？又是哪个老小子坑我？400万啊，那可是整整400万啊！我两世为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难道就这样不见了？陈默生无可恋的瘫在座椅上，看着系统时间一点点的结束。系统结算完成，开始资金转化，资金转化完成，开始补充系统资金。宿主沉默，系统资金1600万，结算周期60天。小饶，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小饶，公司账户怎么突然多出了30万？你看一看是谁打过来的？陈总，这30万资金是地龙游戏那边打过来的。地龙游戏？难道又是魏延那个反骨仔给我搞事情？没过一会儿，魏延就来到了办公室。陈总，听说你找我？我看你们地龙游戏往公司账户打了30万块钱，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陈总，那30万是地龙游戏昨天的收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地龙不是一直都是亏损的状态吗？还真别说，这可多亏了陈总你啊！之前你让研发部门弄出一套新装备，还定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没想到真的会有人愿意买单。装备上架的当天，有个叫豪哥的直接充了30万块钱买了3套神装。魏延兴致勃勃地说着，眼神中充满了对陈默的崇拜。好了，你先出去吧。魏延走后，陈默瘫软在椅子上。此时的陈默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没事打什么游戏？
400万就这样被自己打没有。既然这件装备不行，那我就再弄出一套新的，必须给弄个更高的价格，那就100万一套。不过陈默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行，万一哪个土豪脑袋有病，真就花钱买了，那我不是亏大了？陈总，您找我有什么事情？方厂，天龙最近不是新出了一套装备吗？我觉得有些少，现在我准备让你再重新做一套，要求还是和上次一样，建模差不多就行。不过这一次的装备数值一定要比上一套装备的数值要高。陈总，那套装备刚上架没有几天，就这样出新的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游戏嘛，就要时刻保持更新，丰富内容，这样才能保持新鲜感，懂吗？我知道了，陈总。那这件装备还要定价10万吗？或者定价再高一点？不了，这一次不定价了，只能刷野怪爆装备，并且把装备爆率给我调到最低，最好是那种连刷1个月都很难掉落的那种。方长陷入了沉思，他本以为陈总是因为上午的30万尝到了甜头，准备再出一件新的装备再卖一次，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陈总竟然不打算卖了。我们果然是凡夫俗子，根本看不懂陈总高瞻远瞩啊！长哥，你找我？陈总公布新任务了，让我们再研制一套地龙的装备，装备数值比之前的要高，其他的没有要求，你看着做就行。我没听错吧？这么快就出第2件新装备？陈总这是想趁热打铁，再赚一笔吗？这一次陈总不打算将装备放到商城，而是打算投入到了刷野爆装备的模式。陈总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咱们照做就行了，一定要把爆率调到最低，最好是那种连刷1个月都很难掉落的那种。陈默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计划起该如何将新到账的1600万的系统资金花掉。这时魏延走了进来。魏延，你是有什么事情吗？陈总，我有件事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办公室的电脑有点卡顿，我建议全部更换一遍，工作效率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说曹操就到，我还正愁怎么把系统资金花掉，这不军师闻着味就过来了。你们那边大概需要多少套电脑？陈总，我统计了一下，地龙办公室大概一共有30多个工位。这次电脑我觉得还是不要再选上次的那些电脑了。怎么了？上次3万一台的电脑配置都不够用的吗？陈总，我们毕竟是游戏策划工作室，对电脑配置要求特别高。我看了一套4万5的配置，大概下来也就不到140万就搞定了。其实这一套比上次的还便宜，1万左右一套，是时候捞点油水。再不这样的话，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对，魏延，那就按照你说的那种买就行。钱已经打给你了，尽快把这件事情落实了。好的，陈总，我下午就去。第2天，陈默早就到了游戏工作室。大家最近做得不错，继续努力。陈总过奖了，作为您的员工，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说一下工作上的调整，还有公司的一些福利和活动。自从收购这家公司后，很少来这边，所以对咱们这边也有所忽视，以至于这边的工作模式和福利还是原来的模样。陈总，您给我们换了这些新设备，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大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今天来就是要将这边工作模式与服装厂那边的工作模式进行一下统一。陈总，您说的真的吗？第一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咱们这边一直都是早9晚5，这一点不需要变动。不过这边的休息制度是单休，以后就与服装厂那边统一，改为双休。另外，经过我详细的了解，咱们这边还存在加班的现象，加班我是极力反对的。这不仅占用了大家的业余时间，也会逐渐打消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以后加班制度取消。陈总，我替地龙这边的员工谢谢您。先别着急谢我，接下来就是福利方面。你们原先的保险只是江城市的最低档，还没有1金。今天以后，所有人都会全额缴纳5险1金。这次系统资金可是1600万，我再不这么造的话，根本花不完的。对了，还有其他方面的福利。咱们这边因为没有食堂，大家每天吃饭都还是由自己花钱，食堂在这里暂时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以后每月会给大家额外发放2000元的饭补。陈默讲完，办公室一片哗然。随着陈默的一点点讲述，工作室的每一个员工都仿佛置身梦境里。团建的时候，他们是了解到服装厂那边的福利很好，但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好。福利方面暂定这些，以后还会改动的。还有公司团建是不定期举行的，到时候会通知大家。陈默将要说的事情讲完，在一众员工惊叹的目光中离开了工作室。陈总，还有什么吩咐？你请说。我发现现在公司使用的是写字楼给配置的空调，在制冷方面还是有些欠缺，员工工作室还是有些闷热，所以需要安装几个独立的空调。陈总，还是上次空调的配置吗？是的，还有零食柜和饮料柜在员工工作室也要一样投放1台，员工方便拿取。暂时就这些了，具体要怎么做，你们自行安排。需要多少资金联系公司财务就可以。陈总，我这边有一个很担心的问题。
陈总，我这还有一个很担心的问题。什么问题？陈总，公司最近在研发新项目，如果不加班的话，恐怕会拖到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你看可不可以适当的加一会班？魏延，你如果觉得这个项目不加班的情况下很难完成，那就多招聘一些员工，这样一来，效率也一样会提升。可是陈总，现在这个写字间只有250平，若是再招新员工，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工位了。这好办啊，那就再租一个写字间，需要多大的你合计一下。好的，陈总，我知道了。你好，陈总。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陈总，我最近听说食堂要招收几个保洁，我想让我媳妇过来做这个活。你放心，我媳妇很勤快的，在家里每天把屋子和院子收拾的可干净了。我们不要太多工钱的，有个2000就行。当然可以的，大概什么时候来入职？陈总，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我过2天就让他过来应聘。对了，刚才你说薪资的问题，2000有点太少了，我可以给到5000的薪资，至于其他福利，所有员工都一样。真的吗？那太感谢陈总。蒋成怎么也没想到陈总这么轻易的就同意，而且还给5000的薪资。要知道，他可是了解过其他地方保洁的薪资的，基本就是2000多块钱。对了，最近在车间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陈总现在车间的工作环境好太多了，而且在李主任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很有工作劲头。原本7天的工作量，现在大家3天多就可以完成了。不对劲啊，我都不让加班了，这工作效率怎么还提升了将近1倍了？你快说说到底什么情况？李主任弄了一个比拼活动，将车间员工分为了2组，每周都会统计2组的工作量，工作量低的那一组要请工作量高的那组吃饭。原本大家每天的工作热情都十分高涨，再加上这个小比拼，大家工作就更加努力了。本以为把魏延打发走了就会消停点，没想到又有个李申。李申啊李申，你藏的可真够深。工作效率固然重要，但你们也没必要那么拼命，偶尔休息一下，要注重身体健康。陈总，我们没问题的。说实话，工作时是会感觉到有些累，但咱们工厂工作时间短，也不需要加班，不像其他的工厂，白天累的要死，晚上还要加班，久而久之，大家都失去了工作热情，每天浑浑噩的，就为了那点工资而生活。既然是我的员工，我自然要对你们好一点，这是我应该的。我们在陈总您这里不一样，起码心中有盼头，可以想着下班后去哪里玩一玩，逛一逛。昨天食堂竣工，大家都去娱乐室了，又是台球，又是按摩椅的，真的太舒服了。陈默听着蒋成的讲述，心中那是百味杂陈。正常来讲，这些员工如此努力工作，信任他，他应该高兴、感动才是。可关键是，他不需要赚太多的钱。都怪李申那个老六，看来得想想办法了。要不考虑给他升个职位，而且这个职位尽量少接触车间的运转。好了，事情我都了解了，你先回去吧。好的，陈总。蒋成点头，起身向外走去。申哥，还得是你啊，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这么快拉到订单。我也只不过提醒了2句，能够拉到订单，还是你们努力的结果。不过还是要感谢申哥，要不是申哥提醒，我们也不会想到周6周日可以出去跑业务。有时间多找魏延取经，他可是10多年的老业务了，他传授的经验可比我强多了，所以会来点事，知道不？小饶，你通知李申过来一下。好的，陈总。沈柔起身走出办公室，没过多久，李申从外面走了进来。陈总，有什么指示？李申，公司发展有些过快，有些地方急缺人才管理。我想了许久，这个职位也只有你可以胜任。陈总，你尽管吩咐，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李申都可以办到。是这样的，随着公司食堂的成立，还有公司的更新与发展，公司的后勤保障方面有着极大的人才空缺。我想将你调到后勤，由于人才稀缺，你恐怕还要身兼2职。陈总，这恐怕不行吧？我如果到了后勤，车间的那些员工怎么办？你听我说完，考虑到你身兼多职，你的薪资由之前的1万将会给你调整到2万5，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还是陈总考虑的周到，生活部我肯定是没有问题，不过采购需要用到电脑做采购表，我不会用那些办公软件啊。这不更好吗？我就喜欢这种没有经验的。李申啊，我既然敢把你放在这个位置，就是信任你的能力。不会办公软件，咱们可以去学习啊。你还年轻，总要去接触新的东西的。陈总，谢谢你。既然你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李申再不同意的话，那就太不识抬举了。加油干，你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看好你。对了，陈总，我如果调到采购部，那么车间由谁来负责啊？我看蒋成不错，准备让他接替你的位置。陈总，我没听错吧？
蒋成他是一名厨师，这种活计干不来的。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你回去将蒋成叫来，我与他说一声。至于车间交接的事情，你们就自行商量就好，我就不掺和了。知道了，陈总。李申闻言起身离开了办公室。没过多久，蒋成就敲门走了进来。陈总，你找我？没有别的事情，就是给你的职位做一下调整。李申因为公司运转的原因，已经被调到其他部门了，车间主任这个职位就空闲了下来。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陈总，我从来没接触过车间的工作，而且我也没当过领导，我怕管理不好。无妨，没有谁天生就是领导的，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管理就好。不说了，那就这么定了，以后你就是车间主任了。陈总，我真的怕。不用多说了，另外你的薪资待遇也会提升到车间主任的级别，工资是每个月1万。陈默也不给蒋成拒绝的机会，直接转头看向沈荣。小饶，你稍后与财务沟通一下，将蒋成和李申岗位调动和薪资调整传达一下。我知道了，陈总。陈总，那我就试一试，要是管理不好，你可以随时撤掉我。你若是管理不好，我能用你一辈子，撤职想都别想。行，你就放心管理就成，我相信你。我丢，这哪里来的大客车啊？我刚刚看李部长从车上下来的，该不会老板买的吧？等李部长出来问一下就知道了。没过多久，就看到李申走了出来。大家都在啊，那正好就在这里宣布了，你们身边的大客车就是陈总购买的。李部长，陈总买大客车干什么用的？自然是给你们当做班车用的。陈总为了你们的出行着想，可下了血本。这一辆客车可是花了200多万呢，所以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好好工作。虽然我调到了其他部门，但是让我知道你们有谁敢工作时间浑水摸鱼，大家谁也别想好过。李部长，你放心就是，陈总对我们这么好，不用你出面。若是让我发现有谁浑水摸鱼，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就是陈总为了我们着想，都将工作时间调整了这么短了，这样还有人想要浑水摸鱼的话，那不是白眼狼吗？魏总，在砍价这方面，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那75一平的写字间，竟然被你硬生生的砍到了64一平。很正常，他那个写字间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租出去了，想要租出去的话，还不知道要多久。还得是魏总，正常800平的写字间，一年需要72万，可是经过魏总您这么一砍价，竟然61万就下来了，那可是整整省了10万多块钱啊！若是他们不租给我们，再贡献2个月，相当于也是损失10万多块钱。好了，不说了，座椅什么的我都已经预定好了，有时间你和陈总沟通一下就行。魏延说完就起身离开了。方长看着离开的魏延，眼中露出佩服的神色。怪不得陈总如此重视魏延，魏延的业务能力先不说，单是这种砍价能力就足够了。陈总，电脑都已经买回来了，总共是140万，而且新的写字间我也和那边定下来了，一年只要100万，真的是太划算了。果然还得是魏延啊，这才短短2天就给我消费出去240万了。做得不错，我待会儿就让财务把写字间的钱打给你。对了，那个新游戏开发的怎么样了？还要多久才能弄好？陈总，我们这边有足够的人手去开发的话，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那怎么能行？3个月太长了，待会儿我会通知人事那边，尽快给你们招收新人。多谢陈总，我会让人尽快把新游戏开发出来的。好了，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先出去吧。随后魏延就离开了。没过一会儿，陈默的电话响起。陈总，你要的那个新装备已经研制好了，是否立即投入到游戏当中去？陈默听到方长的话语，瞬间就来了精神。武器总算是研制好了。这段时间，他一进入游戏，那个豪哥就会带人将他给围住，然后送自己回家。这一口气憋了我太久了，豪哥是吧？待会儿我就让你明白一下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几分钟后，陈默进入游戏，果然新装备已经被方长发到邮箱里了。有了新装备就是不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了顺秒的快感，而且自己身上的这套装备，那些人短时间是不可能弄齐的。不对劲啊，这个老六的攻击力咋突然高出那么多？是啊，我刚10万抽的新套装也都被秒了，这破游戏到底还能不能玩了？我丢，总算找到原因了。大家看一下更新公告，这个游戏又出新装备了，那小子穿的就是新装备。这一次的更新竟然有些出乎豪哥的意料，他以为还是什么抽奖装备的活动呢，而这一次更新的装备竟然需要刷野怪掉落。这下有意思了，竟然是刷野怪掉落新装备，好像有点不对劲啊！这装备明明刚刚上线，而且还是需要刷野怪掉落，那小子怎么这么快就将装备给凑齐了呢？我丢，那小子该不会是狗托吧？呵呵，难道这家游戏公司还想要抢救一下这个游戏吗？若是真的可以将这个游戏恢复到巅峰时期，那我豪哥就来帮你一把。阿乐，
你通知报会里所有人都给我刷新装备，报出1件装备，我转账5万。豪哥，威武！豪哥，你就准备好钱包吧，这段时间我已经打3通宵了。豪哥看着积极回应的帮派成员，微微笑了笑。有钱作为动力，他相信这些人一定会往死里刷怪的。若是运气好的话，也许明天就将新装备给凑齐了。就算你是一个土，我也照样给你崩回去。陈总，这一次找我该不会是又有收购公司的想法了？这一次不是收购公司的事情，是聊聊你的私事。我能有什么事情？我想陈总还没有无聊到将我约过来看笑话的吧？唐律师，你有兴趣当我公司的法务总监吗？年薪的话，我给你开到1年100万。唐秋的脸色终于是变换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开出100万的年薪，聘请他去公司担任法务部的法务总监。要知道他成为精英律师后，1年的薪资也才不到40万，100万的年薪已经超出了很多。陈总，你难道就不担心我的名声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吗？影响好啊，最好多影响一点，让公司赔钱就更好了。我的公司每月都会最高额度缴纳税务，也从不经营违法违纪的项目，我没什么可担心。陈总，以我对公司的了解，没有必要成立法务部吧？唐律师，凡事不能只看眼前嘛，公司壮大是早晚的事，所以早一点成立法务部也算是未雨绸缪。如果陈总可以保证公司未来的发展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触及道德底线，我可以考虑加入贵公司。这个我可以保证，欢迎唐律师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怎么样，都刷到装备没有？今天运气有点差，1件装备都没有刷到。我还以为只有我运气差呢，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正在这时，豪哥的电话突然响了。豪哥，你不是让我们刷装备吗？那个装备的爆率有些不对劲，我和工会的兄弟刷了一晚上，1件装备都没有爆出。你们工会有500多人，1件都没有爆出来吗？是啊，太奇怪了，爆率是真的低，一晚上1件都没有。好了，我明白了，你们继续刷，1件装备我转账10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豪哥工会里的这些人可都是游戏爱好者，干弟中的干弟，为了刷装备，刷几个通宵都没有问题。陈总，请问我的工位在什么地方？陈默闻言，身体一僵，他光想着将唐秋招过来，花掉系统资金了，却将唐秋工作地点的事情完全给忘记了。此时服装厂哪里还有空闲的办公室？唐律师，你看咱们公司暂时还没有多出来的办公室，你就先居家办公一段时间怎么样？陈总，我没听错吧？第一天您就让我居家办公？陈总，我没听错吧？第一天上班您就让我居家办公？你放心，居家办公的话，我们会给相应的食补和房补的。陈总，那总得有什么事情要办吧？比如什么风险评估之类的事情。这样吧，唐律师，你准备，过2天给公司员工上一堂普法课，让他们多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我知道了，陈总，我会尽快整理好资料的。这里就是陈总的另一家公司嘛。请问你们找谁？我们是长丰服装厂的业务员，想找你们的魏总。不好意思啊，魏总应该没有在办公室，你们稍等一下，我进去找一下。没过一会儿，魏延就走了出来。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咱们去会客厅吧。师傅，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就买了几盒茶叶，你可以尝一尝。可以啊，跑一阵业务，这一套学得挺快啊。还是师傅教的好。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今天来找师傅，我就是想取经，学习一下跑业务的经验。今天你既然过来讨教了，我就给你一条捷径吧。老业务之所以厉害，经验是其一，其二就是客源。我被调到这里当主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跑业务了，那就将我手中的一些客源给你吧。真的吗？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师傅您了。你下回来时记得给我拿几条华子就行。好的，师傅。行了，没有事就赶紧去跑业务去，我将这些客源给你，你别到时候一个订单都拉不到。魏总，这阵子我一直都在关注地龙游戏的后台数据，发现玩家在线人数竟然在渐渐增多。那你知道什么原因吗？目前还没有找到，收入来源也非常奇怪，90%多的收入都是来源于会员，不过这些人几乎都是将会员开到3级就停止了。那个会员3级是有什么特殊的奖励吗？也没有什么珍贵的奖励，除了基础的元宝奖励外，就有一个幸运值加1的戒指。真的搞不懂。加1的幸运值对于游戏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些人要这个戒指有什么用？方长，你继续关注地龙的动态，有什么发现和变动随时通知我。好的，魏总。陈默看着眼前的业绩报表，头疼的揉了揉脑袋。怎么又来一个20万的订单？有完没完了呀？服装厂这半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那3个业务部的新人轮班签单。虽然扇子都不大，几乎都是10几万的小单子，但也架不住多呀，零零散散加起来竟然已经有130多万的订单了。沈柔，你去看一下，我与那几个人在不在业务部？在的话，让他们来办公室一下。
好的，陈总。沈柔起身走出办公室，没过多久，吴宇带着2名业务部的新人走进来。陈总，你找我？我看你们最近接了不少订单，是找到了什么门路吗？陈总，这还是多亏了我师傅。前一阵我去地龙游戏请教了一下我师傅关于跑业务的一些经验，我师傅听完之后，竟然把他手里的客源都分享给我们了。吴宇的师傅，那不就是魏延吗？这个反骨仔就不能消停点啊？好了，大概的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回去吧。吴宇闻言，起身离开了办公室。我刚刚看陈总的表情，好像有些不高兴啊。该不会是陈总觉得我们有些不够努力？可是我们都已经接了这么多的订单了。咱们以为订单接的够多了，但是这些订单在陈总眼里可能还不算什么。想当初我师傅在业务部时，一个人就拉了一个100万的大单子，而我们呢，我们拿着我师傅给的客源，竟然只是拉了一些10多万的小订单。是呀，我们还在这里沾沾自喜，陈总这是在生气我们有着这么好的客源，却还不努力啊。该不会是陈总将咱们叫到办公室，想要敲打一下咱们？毕竟陈总是出了名的对员工好，给咱们面子也没有当面指出来。另外2名业务员听到吴宇的分析，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他们这几天的确是有些松懈了。豪哥，这个活我恐怕是接不了了。怎么接不了？是不是又缺钱了？豪哥，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关键这个装备爆率实在是太低了。我工作室全员刷了5天，都没有爆出一件。这套装备真的爆率这么低吗？豪哥，这一次真的对不住了。不过我这儿有很多游戏群和工作室的群，还有一些游戏的贴吧，我可以帮你打个广告。行，那你帮我多打一些广告，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凡是掉了新装备的，我出12万的价格收。10万一套的那个装备，最近有人购买吗？陈总，那个装备出来最开始卖了3套外，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购买了。魏延正准备顺势说一下地龙的变化，就听到电话里传来了一阵嘟嘟声。怎么了，魏总？刚刚陈总打电话过来，询问地龙最近还有没有人购买那件10万一套的装备。我还没说完，电话那边就挂了，我还没来得及汇报一下地龙的变化呢。这种小事我看就不用汇报了。陈总一个人要管理2家公司，很忙的。如果等哪天在线人数真的暴增，游戏恢复到盈利的状态，再去汇报也不迟。陈总今天打电话过来，估计就是从侧面提醒我们要多留意一下地龙这个游戏了。怪不得魏延这么受陈总重视，从一个业务员直接提升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原来是懂得陈总的潜在意思。看来我以后也要多动动脑了，尽量理解陈总背后的意思才行啊。这走廊不错，这灯很亮啊。哎呀，我丢，这就是员工宿舍吗？随后蒋成推开了宿舍门走了进去。义父，我没有骗你吧？这间屋子放置的是双人床，应该就是夫妻间了。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真的是给我们住的吗？我就说陈总对员工很好的，你看还给我们安装了空调，这下你见识到了吧？蒋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在公司干活认真点，要是让我看到你偷懒的话，看晚上回来我收拾不收拾你。陈总公司待遇这么好，我自然会好好珍惜的。你们说说，地龙游戏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越做越好了？陈总，你都知道了啊？我们还想着等地龙那些玩家彻底稳定后再通知你呢。这几个家伙难道是准备结算那天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吗？还好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又被这几个家伙偷家了。我记得上一次我可没有通知你们对地龙进行更新改革吧？我当时询问陈总地龙接下来该怎么做，陈总当时直接沉默的离开了。我知道您不可能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陈总当时利用装备爆率，引得土豪花钱找工作室刷装备，成功引流了一大批玩家进入游戏，毫无疑问是给地龙谋出了一处生机。好啊，那这么说的话，我还得谢谢你们了。陈总过奖了，我们定当不负陈总的期望，而且多亏魏总指点，我幡然醒悟，然后集结了公司所有的员工，对游戏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更新改革。目前来看，游戏的前景一片大好。陈默听到方长讲述完，瞬间就明白了，微微扫了一眼魏延，还不负我的期望？我期望的是这个游戏多赔点钱，好吧？这魏延真是有毒啊！我一句话不说，竟然能给我解读出这么多东西来，我就说嘛，方长一个人怎么能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游戏是你一个人主持更新的吗？当然不是，这还要多亏魏总和赵博文2人。装备爆率的调整是魏主任给出的建议，目前看来很成功，我在其中也只是起了润滑的作用。陈总，其实方长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而且地龙能够如此成功，也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全体公司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对啊，这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为了尽早将地龙游戏盘活，都是回家加班工作的，周六周日也都没有休息。好家伙，原来这是一整个公司的人都在背后搞我呀！方长，我之前是不是有明确过，员工不能加班？陈总，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加班，是他们自主自愿加班的。但你知道他们加班，
却没有制止，这就是你的不对。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第二次，如若再发生，扣你1个月的奖金。我知道了，陈总。你待会儿统计一下他们的加班时长，全部3倍加班费，然后通知财务那边，下个月月初开支一同发过去。我要警告你们，这加班费不是鼓励你们加班的意思，而是你们应得的，加班就应该有加班费。陈总果然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知道了，陈总，我这边还有一个好消息，这2天游戏人流量很大，游戏的收入开始暴增了。这段时间，游戏的总收入已经高达200多万了。多少？是200万，陈总。我要早知道这地龙会盈利，当时就同意方长将这个游戏给官服了，也不知道现在官服还赶趟不。系统提醒宿主，该游戏已经处于盈利状态，已经不具备官服下架的条件。想要官服游戏，需要该游戏亏损3个月以上才可以。这狗系统真就一点漏洞都不给钻啊！还好游戏盈利只有200万，发现的也及时。原来花钱也是这么累啊！以后每天都要统计一下盈利金额，然后汇报到我这边。好的，陈总。人生寂寞如雪，为什么就没有人懂我呢？我就只是想赔一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好了，就这些事情，以后公司有什么大的变动记得通知我。新项目的事情必须由方长你一个人做决策，不允许有其他人插手，哪怕是建议也不行。唐律师，你今天来公司是有什么事吗？陈默一看是好久不见的唐秋，他差点忘记了公司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人了。唐秋听到陈默的话，也是一脸的无语。自从给那些车间员工做一些普法宣传后，他已经在家里待了半个月了。本以为陈总会给他分配下一个工作，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班上的要不是100万的年薪都已经打到我的账户了，并且也签了劳动合同，我差点都以为自己被辞退了呢。陈总，这都半个月过去了，公司就没什么活需要我去做的吗？啊，我不是安排你做普法宣传了吗？早就已经宣传完了，那都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到底该安排什么活呢？这公司里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唐秋做的事情啊。要不你再宣传一次，换一个上次没有宣传过的内容。法律嘛，知道的越多越好。距离上一次普法宣传也没过去多久，就要宣传第2次，这也太频繁了吧？好的，可是普法宣传完之后呢？还有什么安排？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活就在家好好享受不好吗？非得过来找事情做，闲不住吗？那个啥，这次的普法宣传结束后，你就准备下一次的普法宣传吧。哪里？陈默目送唐秋离开，脸上带着微笑。没过一会儿，沈柔走了进来，将一份报表放到了桌子上。陈总，这是地龙游戏刚刚发过来的报表，你看一下。昨天地龙的盈利资金竟然有50多万，这什么情况？陈默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赶忙给方长打个电话。方长，地龙怎么一天多出50万的业绩？到底什么情况？陈总，你说这件事啊，我让赵博文去调查了。原来昨晚有一个人直接往游戏里面充了50万。游戏现在不是都免费了吗？怎么还有人充值那么多？根据对充值账号的调查，发现那个人将充值的50万游戏币都用来抽10万一把的那个武器了。我真的是服了，都是有钱烧的主吗？明明刷野就可以获得，非得花钱是吧？挂断电话，陈默一脸颓废的坐在座椅上，原本的20万系统资金一下子就变成70多万。看来我这回不动用底牌是不行了。陈总，你这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招待你啊。嘿嘿嘿，这个大元众又来了，这次我一定要把租不出去的车间租给他。李经理客气了，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不知道陈总您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李经理，贵工业园区中还有没有空余的车间了？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哦，陈总还真别说，目前我这边真有一个车间是空闲出来的，与你的要求也比较相符合。那就行，大概多大面积的？车间面积的话是1000平，上下一共2层，加起来一共有2000平。这样吧，我带陈总过去看一眼。陈默跟在李茂德身后进入了车间内部。到了车间，陈默简单的看了看，在面积方面的确符合自己的要求。行了，我就要这个了。哎，陈总，这就确定下来吗？您不再考虑考虑？就他了。陈总，我再带你参观一下，咱们楼上面还没有看呢。怎么了？这车间2楼难道有问题吗？陈总，我们的车间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车间都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质量检测的。那没问题的话，我们找个地方赶紧签合同吧。方哥，特大好消息！什么好事？看把你高兴的，慢点说。方哥，昨晚地龙里面有2个工会发生团战，2位工会的会长各自都砸了50万，咱们的收益又创造了历史新高，已经100多万了。当时陈总设计这个10万一套的装备，我本以为是不会有人购买的，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小赵啊，你今天把这件事写个报告发我，我明天就发给陈总看看。陈总知道后那还不乐开花吗？沈柔，
11公司放假的事情定下来了吗？陈总，如果按照法定假日算的话，是从这周6放到下周5。为什么要到下周5呢？把放假延长到下个周1。我说过，不允许周6周日上班的，哪怕是调休之后也不行。陈总，国庆算上调休7天就够用了。不管怎样，只要员工少上2天班，那就可以少干2天活。我知道，不过那是其他的公司，咱们的公司必须周6日休息。别的公司老板估计巴不得怎么少放几天假，可是陈总倒好，还想着给员工多放2天假。对了，陈总，这是地龙游戏刚刚发来的报表，您看一下。陈默伸手将报表拿了过来，看了一眼，不过很快就愣住。这什么情况？怎么又多出100万的销售额？想到这里，赶忙打电话给方长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半晌过后，陈默缓缓地躺在椅子上，整个人都不好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将这些花钱买的装备给下架，最好将所有往游戏里面充钱的渠道都关闭，这样就不用担心游戏赚钱了。系统提醒宿主，游戏内不能没有任何消费项目。算你狠，不就是不能没有消费的项目吗？那我就弄几个不赚钱的消费点。沈柔，让杨大哥准备好车，你陪我去一趟地龙游戏。陈总，您一定是收到100万的好消息，过来视察的吧？我今天过来主要是说一下地龙改革的事情。陈总，您放心，地龙的改革一直都在进行当中。现在地龙目前主打免费的道路，那么我们就要改革彻底关掉那些影响游戏和平的充钱渠道。陈总，我有些不明白。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游戏中还存在那些花钱购买的装备，对于那些平民玩家肯定有些不友好，所以我决定将所有需要花钱购买的装备全部下架。可是陈总，真这样的话，那游戏中就没有任何可以盈利的东西了。作为游戏，自然要有消费的渠道，我们可以设置月卡、周卡这样的消费渠道。陈总，那这些该如何定价了？我已经想好了，月卡的定价那就定10块钱1个月，周卡就定2块钱1周。至于这些卡有什么便利，你们到时候自己看着弄就行。一张月卡才1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这和送有什么区别了？咱们有必要这么做吗？就这样做，而且我要快，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就能更新完毕。陈总，这件事情倒是简单，只要将那些装备下架，明天基本就可以更新好了。那我就放心了。随后方长回到办公室，就将赵博文叫了过来，目前都是由他2个人负责的。听到方长讲完地龙改革的事情，赵博文也露出疑惑的表情。想不通陈总为什么要这么做，若是删掉的话，实在是有些可惜了。小赵，咱们地龙现在每天的人流量是多少？大概有20多万，不过这个人流量每天都在上涨，也许过不了2天就涨到30万了。这就对了，2块钱的周卡，如果这些人全部购买，那就是40万。如果再算月卡的话，那肯定就会更多了。陈总果然深谋远虑啊。方经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设计月卡的特权，可以让那些人愿意购买这个月卡？这些天我也时常进入游戏，去了解一下玩家对游戏的感受。他们每天吐槽最多的就是装备的爆率太低，太难刷了。对啊，我们可以在月卡中增加一点幸运值，这点幸运值可以稍稍提升一点装备的爆率。那就按照这样更改。陈总已经下来命令，务必要在明天将改好的版本上线。陈默看着系统面板上的30万的系统资金，陷入了沉思。昨天他已经通知财务那边，将140万的系统资金直接打到了李茂德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今还剩下30万系统资金，明天12点就是结算的日子。沈柔，酒店订好了没有？陈总，已经订好了，而且庆功宴的消息也都传达到了2个公司，时间就定在了今天的中午。那就好。陈总今天要举行庆功宴的消息，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时间地点也都在群里通知了。稍后会有一辆大巴在楼下接我们。无论是聚餐还是9天的假期，都是陈总给我们的福利啊！我敢肯定，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啊，这么好的公司，我们要好好珍惜才对。大家在工作的时间都给我全力以赴，陈总可能关注不到你们的工作状态，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李总，你放心，要是我的组员中有谁不好好工作，上班时间摸鱼，我第一个站出来不答应。炸了！方哥，今天地龙游戏的收入又炸了。怎么了？你慢点说。方哥，从昨天下午更新到现在，已经有了30多万的营业额，而且数据上显示，营业额还在飞快的增长。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多？真有这么多，而且还在快速的增长。我看了一下后台数据，已经有2万多人同时购买了3张月卡。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估计到晚上的时候，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充值。果然陈总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寓意的，看来陈总的目光就是长远啊。我想到第3步时候，陈总已经想到第5步了。
这件事的报表做好了吗？尽快发给陈总，告诉陈总，地龙这一次算是彻底的起死回生了。方哥，我看这个数据一直没有稳定，就还没有做，要不我这就回去做一份。还是算了，马上就要12点了，大家都该出发前往沙雕酒店了。你就算做好报表发过去，陈总那边估计也看不到了。那我们直接在庆功宴上当面将这个事情禀报给陈总，也算是应景了。对，这也算是喜上加喜，陈总听了一定会很欣慰吧。一群老员工看着依旧豪华的菜系，对此并没有太多意外的神色，毕竟在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猜到了。陈总，恭喜啊！恭喜什么？陈总，在您的带领下，地龙游戏这回算是彻底起死回生了。到底什么情况？陈总，你昨天要求将那些贵族装备下架后，上架月卡系统，没想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已经有了30多万的收入了，并且还在增加。到底怎么回事？不是需要充值的地方只剩下月卡了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收入？还是陈总有远见，知道利用土豪充值不是长久之计，进而换成了平价的月卡。今天通过地龙的后台数据显示，足足有2万多人同时购买了3张月卡。好了，我知道了。魏总，陈总看样子好像有些不高兴了。你懂什么？陈总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身为一名老板，怎么会轻易的被你看出来心情呢？哦，原来如此，还是魏哥懂陈总啊。陈总，你没事吧？没事，沈柔，你跟我去找一趟酒店经理。陈总，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麻烦你让服务员将宴会厅的果汁都撤掉，然后都换成1000块1瓶的82年可乐，就先上个300瓶，到时候多退少补，没问题吧？陈总，您要多少瓶？300瓶。好的，陈总，我这就去通知下面的人去拿。陈总，这可乐会不会有点贵了？沈柔，这你就不懂了吧？82年的可乐可是有美容养颜的功能，比那果汁好喝多了。陈默看着地龙游戏给他发过来的地龙后台的实时数据，整个人都不好了。昨晚他听到方长说地龙营收了30万，将果汁换成了82年的可乐，这才花的七七八八。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地龙的账户资金竟然又多出90多万。想到这里，陈默赶紧打电话给方长。陈总，你询问参加地龙改革的人员做什么？地龙的改革很成功，大家的努力功不可没，我准备发放项目奖金。很快他就收到了方长发来的参与地龙改革的人员表，一共43人。陈默快速地将自己的要求全部告诉财务，并通知在12点前务必将那些项目奖金打到员工的账户当中。没一会儿就到了系统结算时间，陈默靠在座椅上，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因为就在结算的前1个小时，天龙游戏的营收竟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暴增起来。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营收竟然又涨到了50多万。系统结算开始，宿主剩余系统资金52万3358，系统结算完成，系统资金已补充完毕，请宿主查看系统面板。宿主陈默，系统资金3000万，结算周期4个月。鉴于宿主最近优异的表现，奖励宿主可以额外再成立2家不同产业的公司。都结算完了，这破奖励还有个毛用？另一边，方长也是收到了财务部发来的奖金，这项目奖金竟然高达10万，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1个月的工资才1万吧，可现在一个项目奖金竟然发了10万块钱，这都快赶得上我半年的工资了。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方长一看是陈总打来的，赶忙接通了电话。地龙的后台数据，那营业额怎么突然暴涨的那么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地龙的后台数据到底怎么回事？钱怎么突然暴涨了那么多？陈总，昨天有一个叫周南的游戏博主